鸡给。最后一枪中了，成功击中鬼子头！恭喜宿主激活杀敌爆装系统！恭喜宿主成功击杀一名鬼子中尉，因首次击杀获得暴击奖励，获得毛瑟 98K 狙击步枪1，子弹1000，枪械精通1。哈哈，穿越必带系统，小说承不起我。报告团长，旅长急电，命令立即撤退。撤退！现在退步就是死路一条。去，给劳资回复旅长，就说我李云龙已经和鬼子白刃战了，退不了了。我们正面突围，这才是咱老李的风范啊！如果没记错的话，鬼子指挥部好像就在不远处。方大圣将杀敌爆装拿到的那把毛瑟98狙击步枪握在手中，枪上面有一个可调节的8倍钉。方大圣疯狂扫描，团长，我发现坂田连队指挥部了，就在1000米外。真的吗？你这小子别忽悠我！李云龙嘴上骂骂咧咧的，但是当下立即就拿起了望远镜，按照方大圣的指引看向远方。通讯兵没跑了，就是他娘的坂田指挥部。方大圣，你小子可以啊！这都被你发现了。你们排长、副排长呢？牺牲了，团长。我们9排现在就剩下我这么一个班长，还有9个战士了。奶奶的，去他娘的坂田连队，今天就干他了！龟儿子的小鬼子全突突了。你小子叫方大圣，有眼力见，以后你小子就是9排的排长了，给老子好好干！团长，可是这坂田连队可是号称鬼子中精锐中的精锐，我们什么他娘的精锐？老子打的就是精锐！小方，那个神炮手王成柱呢？咱们得快点行动。团长，王成柱带打。好，准备一炮轰掉鬼子指挥部。团长，那个帐篷距离有点远吧？你这小子别墨迹，要是进了，我直接扔手榴弹去。快说怎么干掉坂田？迫击炮射程就500米，我也没办法。团长，我们把王成柱推进500米，他就能炮击到了。可是团长，我只有2发炮弹了。什么？只有2发了？你这个败家玩意，打完这仗得找你算账。团长，我帮忙掩护，我的眼神好，当观察手。好，打中了，我亲自将你半斤地瓜烧。方大圣，看着点，全团的希望靠你们了。是，团长，保证完成任务。前进500米，挖着好，速度要快。全团迅速集结，方大圣时机前往坏事一共多少装备？恭喜宿主成功击杀一名鬼子2等兵，获得10发子弹，1块大洋。恭喜宿主成功击杀一名鬼子军曹，获得王八盒子手枪1，南部14式手枪，子弹100发，大洋20块。这一炮下去，杀鬼子，心情好啊！连队长，用2个大队不是杀鸡用牛刀吗？敌军只有1个残团了。打个哑路，你懂什么？敌人表面示弱，结果现在还在持续反攻，一定有诈。我们也好好准备，不能给他们好果子吃。接上集结，前后推进了500米，达到了迫击炮的攻击距离。我们已经推进500米了。你他娘的发什么了？快帮忙瞄准！柱子兄弟，指挥部就在高地下面约莫10几米的位置，1点钟的方向。王成柱操作起迫击炮，他娘的，柱子你打歪了，还能不能行了？还有1发，全团的希望都在这了。最后1颗炮弹，一定要命中。杀鸡给，那你八路的干货，炮弹打得这么准，幸好是哑弹，天皇保佑。他娘的，遇到哑弹了！完了，我把全团的希望给丢了。他娘的，哭什么哭？好丧啊！看来上天想给咱老李手刃这坂田老鬼子的机会，刺刀给装上，干他娘的！方大圣，你他娘的还看什么？李云龙刚想吐槽，突然，方大圣开枪，子弹冲出枪管，准确无误地落在了100米外的那颗哑弹上。完蛋了，土八路把我们给杀鸡给了。响了，响了，响了！方大圣，你小子太能了，神枪手啊！看来今天运气不错。弟兄们，现在是我们反击的时候了。李云龙直接冲锋在前，一伙人火速来到坂田连队指挥部所在地。这妥妥的就是坂田那老鬼子的指挥部。团长，这一网我们捞到大鱼了。方大圣，这次给你记头功。你小子怎么了？怎么突然呆住了？方大圣此刻正在陷入无限惊喜中。恭喜宿主成功击杀一名鬼子少佐，获得41式75毫米山炮1，炮弹100，大洋500。恭喜宿主成功击杀一名鬼子中佐，获得捷克式轻机枪10，子弹10万，骑术精通1，大洋1000。恭喜宿主成功击杀一名鬼子中佐，获得汤姆逊冲锋枪10，子弹10万，刀术精通1，大洋1000。恭喜宿主成功击杀一名鬼子大佐，获得马克逊重机枪10，子弹100万，大洋5000。又是爆炮，
又还是轻机枪冲锋更强重机枪的，还报了2个技能：骑术精通和刀术精通。见方大圣站住不动，张大彪忍不住在一旁打圆场：团长，这小子准是高兴傻了。高兴就他娘的该高兴！迅速打扫战场，准备突围。全团迅速打扫战场，开始突围。指挥部被打掉了，但是还有足足2个鬼子大队的兵力在围追堵截。峡谷一挺重机枪在这能封锁一线，就算冒死冲锋，损失也会极其惨重。奶奶个腿的，谁他娘的上去将这重机枪给老子炸了！我去！胡子冲向重机枪，突然，娘的，谁打的？团长，是方大圣。这小子真他娘的有点东西！战士们继续冲锋！新一团士气大振，很快就撕破了坂田联队的防线。坂田联队第3大队和第5大队几乎半残。突围了？怎么可能？坂田联队可是鬼子中的精锐。唐总，根据情报显示，这是8路军386旅下辖的新一团，团长名叫李云龙。李云龙这个名字倒是很陌生，难道是保定军校的？唐总，据我所知，在8路军中上过军校的很少，大多都是泥腿子出身。泥腿子出身怎么了？只要他能打胜仗，他就是王者。我现在想要会会这个李云龙了。这是一场辉煌的正面突围，楚云飞忍不住朝着战火连天的远处看了一眼，眼眸中流露出期待神色。殊不知一箭误中身。接上集，李云龙打掉了日本鬼子坂田联队指挥部，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楚云飞耳中，楚云飞为之惊叹。方排长，团长找你。你小子这2天也不来找劳资，要咱老李亲自派人去请。之前说要用地瓜烧让你小子畅快的洗个澡，你可算是有福气了。张大彪想，劳资这口地瓜烧不知道多久，劳资愣是一口没给他。这话说的一套一套的。当年要不是团长天天打仗没学上，现在也能当个秀才了。这一次你表现得相当不错，正面突围干掉了坂田联队的指挥部，真是个好苗子。谢谢团长的夸奖，这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地瓜烧确实是烈酒，不过男人就得喝烈酒，这样才爽快。娘的，慢点喝啊，给劳资留一点。团长，你不是要让我喝个痛快吗？不能耍赖啊！不耍赖不耍赖，你小子打枪确实立了大功，以后就待在咱老李身边咋样？团长，你没听到什么小道消息吗？小道消息？什么意思？李云龙的表情渐渐凝重，其实他心里面比谁都清楚，只是现在一直在揣着明白装糊涂。团长，这一次我们虽然立了大功，但也违背了总部的命令，军纪严明，总部不可能放任不管。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在总部机关有个熟人，昨天他刚好出外勤，我们聊了一下，总部可能要对我们新一团进行整顿。方大圣这些铺垫无非是想分兵独自发展，有一些人有系统给他布下的奖励，他是一点也没享受到。你他娘的啥意思？团长，您知道的，我们8路军可是军纪严明的，总部不可能放任不管的。不可能，这次咱们打了这么大的胜仗，谁他娘的要是因为这件事撸了我李云龙，劳资和他拼命。团长，您就没想过抢救一下什么的？最起码也得让旅长和老总那边面子上过得去啊。娘的，爱咋样咋样吧。你小子神色不对啊，到底憋着什么坏？有什么话直接说了吧，省得劳资揪心。团长，什么都瞒不过您。您想过没有，为什么我们新一团一直无法发展壮大？当然了，要是您觉得换上了38大铠、汉阳造、中正步枪也叫发展壮大，就当我没说。方大圣选择了背水一战，李云龙的脸也冷了下来。你他娘的什么意思？明里暗里骂我李云龙不会带兵？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周边根据地范围有限，您固然领导有方，但是发展速度还是会受限。要是能让大家以营、连、排等等方式发散出去，然后在各个地方招兵买马，自我发展。没错，用不了多久，一个排就能带着一个连回来，一个连就能带着一个营回来，一个营就能带着一个团回来。你小子说的不无道理。其实劳资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只是说不定过几天劳资就不在新一团了。团长，你告诉老总，半年之内你能聚集一个师的兵力。团长，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老总还舍得撤掉你吗？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要是说了这半年就扩编一个师的事情，到时候完不成任务，老总真要枪毙劳资的。所以啊，团长，我刚才说的建议，您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难道您觉得自己的部下没有能力独当一面吗？你小子打仗是把好手，但是这他娘的心眼也太多了，绕来绕去，就他娘的想让劳资分兵是不是？团长，你不是也觉得分兵好吗？在您带领下，我们都是猛虎，一旦放归，敌人必定惨败。
娘的，你这小子就会说好听的。团长，这是真心话。粪兵这事，老子还要好好想想。团长，老总电话。老总，这时候，李云龙，你是活腻了吧？不按命令行动。老总，你的借口呢？你为什么没撤退？老总，咱们又攻破了敌军指挥部，还冲散了坂田联队，怎么也算功劳一桩吧？咱不求功，但求无过还不行吗？你少嬉皮笑脸的，你这样的指挥官，我可不敢用。你现在的任务是去被服厂。被服厂？你听明白了？去那多给战士们折腾出几套棉衣出来。我老李跑去弹棉花，这不是要让十里八村的孝道大人？老总，你别急啊，我们好好商量商量。这事就这么定了。你小子抗命的时候也没见跟我商量啊。团长，您的扩军计划已经准备好了。什么扩军计划？李云龙，你小子玩什么猫腻？这小子这是把我往死路上推呀！那什么，老总，是这样，我准备在半年之内将新一团扩编成新一师，将新一团从500来人扩编到8000人，一切装备我们自己缴获。李云龙像是放炮仗一样，将自己的意思和计划和盘托出。电话那头，老总听了都愣住了，良久不语。李云龙，你小子少他娘的扯淡！老总，真不扯淡，我愿立军令状。好，我还真不信邪，我倒要看看你小子半年之内怎么扩编一个师的兵力。好，您就等着瞧吧。不过既然要扩编，新一团这个番号就不行了，改为386旅独立团，给你一个加强团的编制。好，我一定执行好。半年后要是没点成绩，直接毙了你小子。老总答应了。是啊，不然团长就去棉花厂了。你这小子，怎么他娘的连老总的想法都知道？团长是您的说服力强。你这样的，就算是粪兵，老子也不放心你在外面独自发展了。怎么还盯上我了？团长，鬼子这么狡猾，不多点心眼怎么打呀？您说是不是？那是，对付鬼子，心眼再多也不为过。但记住，老百姓是底线。你这小子要是敢对老百姓动心眼，咱老李绝不会手软。行了，你去召集人开会。方大胜传完令，1小时后，独立团排长以上的军官基本上都到了。方大胜，团长叫我们这么急忙集合，到底是为什么？好事，从今往后，咱就是独立团了。都他娘的昂首挺胸，凭啥那些鬼子汉奸都能顿顿吃白馍，老子就不服？这些东西咱自己也能挣啊！看看方大胜新晋排长，这武器装备比劳资这个团长的不知道好多少啊！笑完了，听我说，我们要自立扩招了，每次出动都得给我带回战果，不许祸害老百姓。我立了军令状，半年内扩编成一个师，别给我丢脸。行了，走吧。营长和连长们表情错愕，这一切太突然了，他们内心还没做好准备。团长，我舍不得你，别搞这一套，带兵回来，不然别回来见我。营长和连长们只得纷纷离开。方大胜正要离开，就被李云龙叫住了。方大胜，你9排这么点人，出了独立团能干啥？留在团部吧。方大胜，你小子就别走了。团长，您的赏识让我感激不尽，但我真的得出去闯一闯，就像雏鹰要离开巢穴才能飞得更高。好小子，真对劳资的脾气。说吧，要什么东西，砸锅卖铁也帮你实现了。装备方大胜其实根本不缺，系统空间里面还有10挺捷克式轻机枪和10挺马克沁重机枪，9支冲锋枪，还有一门41式75毫米山炮，1个营都够了。那我要2个人，王成柱和王大奎。你小子真会挑人，这独立团最会使炮的和最会打枪的，你全都要走了，那劳资以后还怎么混？团长，我不白要，这是交换。你给我人，明天我给你10门山炮和20挺机枪。真的？你小子不会是忽悠我吧？团长，我还是您手底下的兵，忽悠你，我以后怎么混啊？行吧，也就是你小子要我才肯。排长，团长让我们跟着您。神炮手王成柱兴致却不高，尤其是看到方大胜的时候，还一脸羞涩地低下了头。怎么了？排长，那次我又是大便又是哑弹。别提了，那又不怪你，运气不好而已。排长，当时要不是你，我真的都没脸活着了。没啥，最重要的是那次我们还是赢了。以后排长您让我打哪我就打哪，我王成柱欠您一条命。王成柱一边说着话，脸上也露出坚定神色，全都是发自内心的真切意志。好，加入9排，我们就是一家人，以后好好合作，干掉更多的鬼子。现如今的9排，加上王成柱和王大奎，再加上方大胜，才9个人。首先要面临的就是招兵的问题，只有这些武器，子弹也少得可怜。这已经算好的了，有的战士连几发子弹都没有。
你们在此处不要走动，我去就来。方大圣走到一个偏僻角落，从空间里取出了冲锋枪和弹夹。这是8把汤姆逊冲锋枪，每人4个弹夹，再加上200发子弹。排长，这汤姆熊冲锋枪是啥？不是汤姆熊，是汤姆逊。这种冲锋枪射速快，但别省子弹，打仗就是要猛。虽然方大圣说的豪迈，但这毕竟是冲锋枪，就现在这点库存，真用起来，子弹几分钟就会见底。排长，我只会试炮，打枪不行。放心，炮以后会有的，说不定你以后还能当炮团团长呢。排长，团长让我们出去独自发展，我们现在去哪？我们的下一步就是去黑云寨。去黑云寨？我们是要去当土匪吗？不是当土匪，是收编土匪。排长，咱们这9个人去收编大几百悍匪，这不是开玩笑吗？事在人为，记得刚才我给你们分的枪和子弹吗？等会派上大用场。要是能搞辆驴车就好了。排长，前面有10几个伪军骑兵追击2个八路军战士，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让他们见识下我们9排的厉害。开火，不要省子弹，边打边冲锋。方大圣随即抬上枪，对前好了一个。果然，后一个伪军骑兵也被爆了。9排的第一战大获全胜。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想要和我们黑云寨开战吗？用98开点，进城用冲锋枪扫射，这个配合真是完美。恭喜宿主成功覆灭伪军1个班，隶属于陈编制队伍。额外奖励98K 毛瑟狙击步枪1、792毫米专用狙击子弹100，消炎药1盒。居然还爆出来一盒消炎药，在这个年代，药可比武器还稀罕。这系统还真是什么都能爆。排长，那2个友军战士过来了。多谢诸位出手相助，我是八路军28团团长丁伟。你好，丁团长，我叫方大圣，是李云龙团长麾下9排排长。李云龙的部下，难怪跟他一个风格。你们就这么几个人，看那火力，我还以为有一个连呢。说完，丁伟目光不由得被方大圣等人身上人手1把的汤姆逊冲锋枪给惊住了。好家伙，配的清一色的冲锋枪！我说刚才的火力怎么这么猛呢？方排长，你可以啊！都是我们团长领导有方。李云龙这小子是发了什么横财？这是真当上地主老财了？喂，别打架了！方大圣不可置否，丁伟和他也没聊太久，就匆匆分离了。伪军骑兵的马跑了些，刚好有9匹马，大家一人骑1匹马。排长，我不会骑马。排长，我们这些人别说骑马了，马屁股都没摸过。我会。也对，大家平常连马都见不着，怎么会骑呢？我会骑术，也只是因为之前爆出了骑术精通技能书。不用怕，一群大老爷们害怕摔跤吗？看着9排逐渐远去的背影，丁伟忍不住默然感慨：李云龙手底下这小子，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天色渐暗，9排的队伍终于赶到了黑云寨。排长，我们真的要进去吗？这不是羊入虎口吗？谁在那？出来！我们是八路军独立团的，来找贵柴谢宝庆大当家。找我们大当家的。八路，我们大当家什么时候和他们扯上关系了？土匪喽啰满脸困惑，还是回去报告了。方大圣趁机观察起了黑云寨的地势，山体陡峭，是一条路，易守难攻。我们大当家的有请。我们和这八路也算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来黑云寨做什么？大哥，这些人是不是想投奔我们黑云寨？先前我可就听说过，八路那穷的连泔水都吃不上。管他是八路还是啥，只要是打鬼子的，都是好汉。方大圣带着9排其他8个战士，人手1把冲锋枪往里走。先把枪放下。放屁！吃饭的家伙怎么能放？9排就这样硬顶着走到了寨里。正说着话的黑云寨3当家看见此番场景，当即坐不住了，将武器都掏了出来。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想要和我们黑云寨开战吗？没什么意思，过来摆摆码头罢了。大当家的，他们不肯叫枪。想要我们吃饭的家伙。方大圣冷笑一声，直接单手砖瓦四声，9排剩下的人也将枪举起。你找屎！就凭你们几个人，还敢在我黑云寨的地盘上放肆！弟兄们，给老子上！杀了他们！别闹了，老二退下。八路军兄弟，不用这么紧张，都是抗日的队伍。几位这次来是为了什么呢？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八路军386旅独立团9排排长，我叫方大圣，奉我们团长李云龙之命前来收编黑云寨。
我活动好了。你跳的啥破舞？让角方大圣奉我们团长李云龙之命前来收编黑云寨。去你们呐！怕是连口白面都吃不上，谁去受那鸟气？不去不去！就是谁爱去谁去。别急啊，先让我把话说完。今天若是被独立团收编整顿，共同抗日，一切都好说。否则，只要这里响了枪，我们团长李云龙的2个银利马就会攻上山来。嘿嘿，收编黑云寨这事儿老李知道个屁，先吓唬他们一下。什么狗屁团长？老子从来没听说过！兄弟们，给他点颜色看看。李云龙，我听说过他，的确是响当当的汉子，但要收编，让你们李云龙团长亲自来，你一个排长还不够格。一直不说话的黑云寨3当家独眼龙开口了。方大圣能感受他和这大当家、2当家比起来，抗日之心要坚定很多，是个好苗子。我一个排长还不够，想让我们团长来，我看你才不够格。让老李来还得了，什么东西不都得被他夺走了？你说什么？看不起我独眼龙？老子要和你决斗！独眼龙将手中的枪插回身上，捏着拳头，成块的肌肉不断的耸动，可以看出其内心的不平静。方大圣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决斗可以，要是你输了，该当如何？老子要是输了，二话不说，以后这条命就是你的。但要是我赢了，你就得磕头认错，还要把李云龙叫来见我。成交。大当家的有意见吗？没问题，但在我们黑云寨的地盘，这场决斗规则的我们来定。独眼龙皱了皱眉头，这就有点欺负人了。但毕竟是大当家的意思，他不好反驳。待会儿真的和方大圣比斗的话，让他3招就是了。方排长，比试就要正规，3局2胜如何？第1场，咱们先来个耍大刀。那独眼龙看起来不是个善茬，还是比拼枪法吧，这是您的强项。别担心，我有自己的打算。耍大刀，好啊，那就来比试一下。小子，看你那样，一看就不是使大刀的，不如认输，免得我刀下无情。谁输谁赢，还不是打了才知道。你先出刀，省得说我独眼龙欺负你个瓜娃子。还是让你先出刀，免得让别人说我一小欺老，不讲武德。小子来，不和你废话了，看老子一刀！等等，我还没说开始呢，我得先活动活动筋骨。你小子事情怎么这么多？别人都在看比赛，快点！恩怨不休朝明月，发誓刀剑万年，不为杀我过客，却纵长叹伤离别，不说一杯浓烈。我活动好了。你跳的啥破舞？让俺等了这么久了，吃了一刀。只见独眼龙挥刀朝方大圣砍去，方大圣懒得哆嗦，手持大砍刀直接扑口，出手就是一记横劈，独眼龙不敢拖拉，碰撞在一起，火花四射。有2下子，不过想赢我，你还嫩了点。看招，千钧。方大圣紧起刀把敲打在独眼龙背部位置，独眼龙吃痛摔地。之前爆出来一个刀术精通者的技能书，学了之后，各种刀术都会了一些。碰到真正的刀术大师，可能还不够用，对付独眼龙倒也够了。不，这一场我输了，下一场我们比试枪法。远处的观众席上，大当家谢宝庆和2当家山猫子的脸色不太好看。老三今天怎么回事？真特么的扫兴！别说了，老三的枪法你是知道的，这一局且等着看吧。比试枪法倒也挺简单，前面约莫300米左右的位置各自放上了一些酒坛，打中酒坛就算是赢。方排长，我先献丑了。伴随一3当家的枪法太牛了，太近了，不够刺激，把目标移到800米外。800米开外，这酒坛看起来就是一个鸡蛋，你打得着吗？别装太过了。这就装了？那你是还没见过我装？手持的98倍狙击步枪，有效射程就是800米。如果目标是移动的活物，那确实有些极限，但是根本就无法移动的酒坛，那就是小菜一碟了。方排长既然提出了，我们就应该尊重。把目标放远些，让方排长大显身手。为收编黑云寨，方大圣在刀法决斗中成功击败独眼龙，接下来是枪法，3局2胜，这将是最关键的一步。把酒坛放远些，让方排长大显身手。大当家的，呵呵，待会他的脸被打肿了，看他怎么嚣张。老三，这小子自己找念，你就让他去吧。9排战士们紧张地观望着他们的排长，800米外打酒坛，这可真是有点难度。打不中，打不中。
所有人残忍。虽然周围陷入了一片寂静，我没再装吧？排长的枪法太好了。我以前在独立团中也一直被称为神枪手，但是现在和排长比起来，这差距也太大了吧？排长到底怎么做到的？居然全中我独眼龙技不如人，是我输了。老三怎么就输了？方排长全中，你也全中啊？这一局应该是平局。大当家的输了就是输了，你这狗屁逻辑我不认。老三你，方排长，按照之前说的3局2胜，你现在已经赢了2场，我真佩服你这个人。我独眼龙以后就跟着你干了。我们排长当时在战场上一枪击中哑弹，直接就炸了坂田连队的指挥部，想打鬼子跟着我们排长准没错。坂田连队居然是方排长您给端掉的指挥部。方排长枪啊，以后有啥打鬼子的活儿，您尽管指挥。好，欢迎独眼龙兄弟加入我们9排。当然，按照之前的约定，黑云寨剩下的大伙是不是也得接受收编？对啊，大当家的，你发话吧，毕竟咱们聚集在一起，不就是为了打鬼子吗？这弟兄们不得全离开这黑云寨，抛家舍业的，还是不要操之过急吧。大当家的，这个你不用担心，独立团现在执行的是化整为零的战略，从现在开始，9排就要常态化的驻扎在黑云寨了。嘿嘿，黑云寨这么好的风水宝地，易守难攻，我还舍不得走呢。这个还是要从长计议啊。三当家、大当家怎么想的？我不管了，你我之间既有赌约在，你现在可就是我的人了。这是当然，兄弟们，跟我一起加入方排长，一起打鬼子。打鬼子！老三威望很高，弟兄们纷纷表示支持。只有谢宝庆坐在主位上，显得有点尴尬。老三，你再考虑考虑，这种人生大事不可急于一时。大当家的，我已经决定了，就这么一直当土匪也不是个事儿。国难之前，大丈夫当以身许国。老三，你这是叛逃，想当叛徒？山猫子，少在这儿放狗屁，否则老子的枪子可不长眼。独眼龙目光一横，话刚出口，山猫子瞬间熄火，他根本不敢打。我们都是为了抗日，愿意跟我来的我欢迎，不愿意的，只要你们不去祸害老百姓，我也不会对你们做什么。众人议论纷纷。黑云寨约莫500人左右，150人选择跟随独眼龙加入方大圣，1/3的人要走。大当家的脸色越发难看。都走吧，走吧。方大圣收服了独眼龙，所以这黑云寨东侧也就成了9排暂时的根据地。排长，二哥不说，大哥其实也是真心抗日的，只是害怕加入了您的队伍，可能就要吃糠咽菜吃苦，所以这大当家的也太没决心，这点苦都怕吃，还想抗日。但是谁说八路军就一定要吃糠咽菜了？马上就有一餐大肉等着我们呢，就看独眼龙兄弟敢不敢去吃了。排长，您这是又惦记上谁家的鬼子罕见了？万家镇知道吗？万家镇，我记得有个骑兵营，以前是金随军的保安团，后来当了罕见。等等，排长，您的意思是一口吞掉这个骑兵营？没错，区区一个骑兵营，你不敢？东西全搬回来，我们还能组自己的骑兵队呢。独眼龙一下就兴奋了，跟着这样的排长，以后还怕没肉吃。但是排长，我们只有100来人，独立团那边还有没有什么支援啊？没有任何支援，不过倒是有一批武器，过2天应该会上山。上级方大圣，虽然大当家谢宝也失败，但也收服了独眼龙旗下众多土匪，9排实力大增。方大圣决定干一票大的。方大圣命人拉了一堆装备回来，看着十分壮观。这么多装备，还有炮，我终于可以拥有自己的炮了。我还是第一次这么富裕，这些都是哪来的？别问，问就是我有我的办法，不可声张。咱也不能说都是系统包的吧，不得给大伙吓一跳，先这样忽悠着吧。独眼龙深深地看着方大圣，这排长不是凡人啊，难道是上天下凡来帮忙打鬼子的天兵天将？排长，这难道就是重机枪？鬼子的920重机枪，据说这玩意儿单个就得100斤，1分钟就能射出去几百发子弹，好东西啊！鬼子那是什么破烂？这可比鬼子的920好，这些是马克沁重机枪，比920射速还更快，还轻不少。刚刚加入到9排的那些土匪，此刻一个个眼珠子里面都在冒着绿光。这方排长比鬼子还要富啊！这样放在山口，那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晚上睡觉要是能抱着这大家伙，睡得都能香一点。独眼龙兄弟，你这是想把他给你取了暖被窝呀？独眼龙兄弟，你手底下这些人，人均能分到1杆枪吗？分到是每个人都能分到1杆枪，但是差不多一半的枪都用不了，就是糊弄人的，根本就打不响，丢人啊！人就是不能比，一比这什么差距就都跟着出来了。先将这些中正步枪、38大盖、捷克式轻机枪分下去，给兄弟们先用着。等拿下万山镇的伪军骑兵军，枪支要多少有多少。独眼龙，这支汤姆逊冲锋枪送给你。
方大圣将自己的冲锋枪摘了下来，递送到独眼龙面前。这排长，排长，我寸功未立，您就把自己的枪给了我，这样我怎么报啊？这有什么？以后大家都是兄弟，什么你的我的，拿着就行。战场上多杀几个鬼子吧。方大圣说完，将多余的那一支98配毛瑟狙击步枪给了神枪手王大奎。2个人守家，剩下的150余人全军备战。这马克剑重机枪的全部带上吧，这么好使？只带2挺，速战速决，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先休息一晚，我们要在他们熟睡的时候，直接让他们长眠了。丁伟，咱们多久没见面了？你干脆就来当我的副团长吧。来回跑什么跑？你怎么不给我当副团长？说起来，我回总部的路上刚好碰到一伙伪军骑兵，万家镇出来的，战斗力没有，还投奔了鬼子。咱俩上去就给他突了，到时候你我老兄各拉半个骑兵营的装备，怎么样？事不宜迟啊，老丁，别喝酒了，赶紧回去组织部队吧。上集，方大圣分发了系统给的装备，9排朝着万家镇进军。同时，李云龙和丁伟也在计划攻占万家镇的伪军骑兵营。夜色降临，方大圣带着9排众人星夜兼程。好，我们9排现在分为4个小排，独眼龙任命你为1排排长，统帅3个班，1个班加上班长们连11人，1排的副排长和3个班长你自己任命。排长王大奎，你担任2排排长，下辖3个班，加上正副排长，一共35人。收到。王成柱，你担任3排排长，3排隶属炮兵排。收到。黑旋风，你担任4排排长，4排隶属机枪排。是排长。现在9排这150多人，大部分都是独眼龙的老部下。黑旋风也是黑云寨土匪中的一员，善使机枪，在黑云寨中也算是一员悍将。排长，我们都叫您排长，下面的人称呼我们为排长，要不然叫你老排长。那不行，把我都叫老了。不然我们直接叫您连长吧，反正我们现在确实也拥有了一个连的兵力了。这也不行，之前团长只给了我一个排的番号，哪能随便喊？不然我们叫你大当家的。还得是你啊，但是我拒绝。我是来拉你们进8路军的，不是来你们黑云寨入伙的。不然就叫大帅吧，听起来就威风。是不是有些太高调了？这有什么高调的？都说了只是个称呼而已，主要是为了辨识度，就这么定了。好吧，这个帅就这个了。说正事啊，1排2排是步兵排，跟我冲锋；3排负责炮火支援，4排机枪掩护。另外那2挺马克轻重机枪架在外围扫射要逃跑的敌人。明白，大帅。警卫班跟我一起行动。穿越到战争年代的我，就遇到小日本侵略中国，遭遇仇恨，是死杀掉小日本。上集，方大圣分发了系统给的装备，9排朝着万家镇进军。凌晨终于抵达万家镇伪军骑兵营驻地门口，只有2个哨兵被方大圣迅速干掉。突然，一个伪军半夜出来放水，滴血，滴血。方想起射杀，但伪军的警报也随之拉响。动一下试试，看我的机枪会。黑旋风，留下3挺轻机枪对准他们就行了，其他人给老子打。王成树操着小身打击了骑兵营的核心位置，这一轮扫射和炮击直接把伪骑兵彻底打懵。凉虚皮的，到底是谁在打炮？一个连长急匆匆跑来，面露惧色。营长，看衣服，是8路军，而且按装备推断，这么密集的机枪声，还有炮，至少得有1个团的8路。怎么可能？伪军骑兵营的士兵们纷纷聚集，惊恐万分。营长，怎么办？跟他们拼了！一个团了，一打个锤子，全军撤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营长，我们已经损失惨重，可能只有不到1个连的兵力了，要不留下1个排的兵力断后，剩下的跑路。你这个蠢货，1个排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那怎么办？凉虚皮的，跑不了了，投降吧。方大圣带领部排迅速占领了伪军骑兵营地，只用几个人的受伤就拿下了一个骑兵营，想想都滑稽。法路爷爷饶命！对，这就结束了，太没意思了。别嫌弃了，没大帅你能赢吗？谁是营长？无人认领吗？看来还有反抗精神，那就全宰了吧。一片寂静后，伪军骑兵营营长李从站出来，面露恐惧。长官，我是被逼的，我是曲线救国。当汉奸都说成曲线救国，真是个人才，怎么说得出口？长官，当初我李聪也是晋绥军的，
也是打鬼子的队伍，但是我们团长受了鬼子的蛊惑，直接就带着鬼子进了城。我们要是不从，就是死路一条啊！在这，鬼子也从来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过，早受扣了这了气了。今天得遇长官救我们，感激涕零。我救你。今天长官要杀我李聪，是让我解脱，我无话可说。只是我这些兄弟都是我李仲贪生怕死，害了他们，他们是无辜的。希望长官明察，给他们一条生路。打鬼子，你们敢吗？方大圣现在需要迅速扩充部队，面前的这些伪军足有300人，尽管有的是被迫的，但也有真正的无耻汉奸。方大圣不得不再考虑。大帅，要我说留着他们也没啥用，干脆全突突了算了。这个时候，这些伪军脸上顿时露出惊慌失措之色。要是这些是鬼子，全突突了，方大圣都不带犹豫的。但他们毕竟还是中国人，相互举报揭发，手上沾染过老百姓鲜血的，有人命在手的，举报一个你就能活命，否则指定全部扫射。手上沾了老百姓鲜血的，自己站出来，别连累兄弟。二狗子、三胖还有你都出来。李聪主动检举，马上就有50个伪军出列，开始铺天喊地。拉走吧，解决的干净一点。长官，咱做事您放心。一阵多伪军此刻也不由得开始瑟瑟发抖。八路爷爷饶命！鬼子打杀我们国人，他们是畜生，但是你们作为国人，帮着那群畜生欺负自己人，就是畜生中的畜生。你们有没有想过，覆巢之下安营完卵？只有将鬼子驱逐出这片土地，我们才有未来可言。方大圣的话语如雷霆般在伪军士兵心中炸响，200多伪军骑兵下意识抬起头来。愿意加入我们八路军一起打鬼子的，自己走过来，加入我的队伍，以后就是我方大圣的兵。不愿意加入的，我也会放你们一条生路，因为你们这些人还不曾残杀自己的同胞，说明你们还有最起码的良知。下次再被我看到你们又穿上这层皮，格杀勿论。长官，我李聪愿意加入八路，一起打鬼子。不瞒您说，我老婆就是被那群畜生杀的，我没有给她报仇，反而当了伪军，我就是个废物。今天我李聪断指明志，不杀光小鬼子，誓不罢休。说完，李聪突然拿起一旁的断刀，然后直接朝着自己左手食指剁了下去。你是条汉子，过去的事不要多说了，以后不走错道，还是一条好汉。医务兵过来帮他包扎好。李聪这番后，陆续有100多个伪军士兵发声加入八路军。最后统计，九排再度招收约莫140多人。接上集，方大圣率领9排迅速击溃伪军，几乎没有任何损失就拿下了骑兵营。营长李聪直接投降，9排再度招收约莫140多人。这些伪军毕竟都是刚刚加入进来的，军心不稳，还是将他们分开，加入到各个排中。这次下来马也够了，干脆直接组一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连。独眼龙，你担任步兵1连连长。遵命大帅。至于骑兵2连连长，李聪，你来当骑兵2连的代理连长，有问题吗？李聪难以置信地抬头看着方大圣，他刚刚卸下伪军的身份，这位八路军的长官居然这般器重于他。王承柱、王大奎等人脸上也露出愕然之色。这是真的吗？大帅，这怎么行？他是二鬼子啊！过去的事已成过眼云烟。李聪断指明志，表明愿意为正义而战。从今天开始，他就是我们的一份子。况且真要是训练统领骑兵，你会吗？在场的谁会吗？长官，我不配这个职位。不要叫我长官，我是八路军独立团9排排长，你可以叫我排长。至于配不配，要看你的表现。排长，我愿意为您效命。那就好好干，不要让你的牺牲白费。我还是和他们一样叫林大帅吧，这天底下哪有您这样的排长啊？手底下轻机枪、冲锋枪人手一把，连重机枪都有，还有3炮，我还以为是被八路军的一个团给围攻了呢。虽然断了一根手指，但是一点也不痛，全身上下都暖洋洋的。大帅信任我，我要为大帅效力。恭喜宿主及属下成功诛杀伪军骑兵153个，获得38大盖75支，中阵步枪70支，毛瑟伯可手枪10支，98K 毛瑟狙击步枪10支，各式子弹1万，大洋1200。这次差不多干掉了150个伪军骑兵，给了一些中规中矩的枪。只是看到下面的字样，方大圣也有点绷不住了。恭喜宿主成功覆灭伪军1个骑兵营，额外奖励38T 轻型坦克1，37毫米坦克炮弹100枚，坦克专用机枪子弹10万，燃油100桶，坦克兵训练手册1本。额外奖励什么？坦克？这是不是有点离谱了？如果开着坦克去打小鬼子，这不属歪歪。正好用坦克训练手册先练练，系统帮我开辟一个坦克的训练营场地，我要好好练练。好的，搜主马上为你开启。系统开启后，主场景将为你打造坦克实弹射击训练模型。杀鸡给给，把这个给我炸了！系统，你们这群蠢货，
你准吗？快点给我打！系统不回我是死机了吗？好吧，那就只能靠自己了。小日本鬼子，让你尝尝野坦克的滋味，开炮！方大圣炮打小鬼子的坦克，对弹中。那你这么好的炮法，差一丢丢就让我去见天皇陛下了。杀鸡，继续给我开炮！这一次一定成功。这坦克不错哦，垃圾鬼子。上集中，方大圣意外获得系统惊人奖励——一辆38T 轻型坦克，并试完了。这还得了？击败一个伪军骑兵营就给了一辆坦克，要是整个骑兵团，岂不是要爆装一架飞机？要是干掉一个鬼子连队，战舰不都搞出来了？嘿嘿，这是38T 轻型坦克，装甲厚度，还有装备的加农炮和重机枪，遇到小鬼子的超轻型坦克。黑云寨就可以开始训练坦克兵了。天刚亮，黑云寨的二当家山猫子从睡梦中惊醒。大清早的，二狗子找我干嘛？二当家的，八路军不知道从哪弄来一大堆武器和子弹，还有好几挺重机枪呢，仓库都快堆满了。区一个排长，哪来的这么多好东西？无所谓，被劳资给知道了，那就是劳资的了。二当家的，您这是做什么？这是……山猫子一巴掌将独眼龙手下的马仔拍到一边。他妈的，加入八路才几天啊，就不认识劳资了？兄弟们，上去给劳资搬机枪、搬子弹。这是我们9排的物资，你们不能抢。山猫子哪能受他阻拦，直接掏出盒子炮，攻击开了一枪。大海小心！独眼龙手下连忙飞奔过来，拉扯了解大海一下，但是子弹还是落在了解大海肩膀上。滚开！今天我非进这仓库不可。这是我们9排的物资，不能让你带走。二当家的，他不懂事，您进去吧。不可以，排长嘱托。大海兄弟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等排长回来再说吧。山猫子狂笑着带着人冲进仓库，搬运重机枪和子弹。谢大海则被独眼龙手下拖到角落中急救。啊哈哈哈！足8挺重机枪，爽了！二当家开心的也忒早了，也不知道王排长回来之后会怎么处理他。此时，方大圣对这些事情还一无所知，率领着部队和物资缓缓向黑云寨赶进。大奎，我们现在有这么多武器了，让你组一个狙击手排，怎么样？全员装备一把98K。大帅，您可真是太会想了！大伙真要是都装备上了这种狙击步枪，稍微训练一下，那不是全程神枪手了？可是啥？这还不好吗？可是我们只有2支98K 啊！这个你就不用管了，很快就会有10支送来，加上你的，一共11支，正好符合一个班的编制，让你当班长，有意见吗？没有，完全没有意见。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班到时候就叫神枪手班。好啊，嘿嘿嘿，这神枪手班听起来就神气。脸上写满了疲惫和喜悦。9排就这样陆续抵达了黑云寨，眼前的景象让方大圣皱起了眉头。驻地周边乱糟糟的，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方大圣大踏步飞奔进屋，发生了什么？屋内，独眼龙手下徐三炮正在照顾受伤的谢大海。谢大海嘴唇煞白，额头上满是冷汗。排长，重机枪被抢了，二当家的不是人，不仅抢东西，还打人。大海兄弟被打成这样子了。他山猫子找死了，连大帅的物资都敢抢。大帅，我这就将山猫子拉过来给您请罪。不用了，抢了我的东西，开枪打了我的兄弟，请罪就够了。呵呵。排长，我姐大海是个废物，把重机枪给您弄丢了。我姐大海对不住您，请您枪毙了我吧。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是9排的英雄，医务兵，好好照顾大海。其他人跟我走，夺回被抢的物资，为我们的战士解大海报仇。方大圣一声令下，语气中充斥着阴森怒火。2个连2个排浩浩汤汤的朝着黑云寨主营地进发。黑云寨大厅内，二当家山猫子还在欣赏抢来的重机枪。报告二当家的，那个八路排长带着队伍来了，全副武装，至少300人，还有骑兵。他们不就100来号人吗？哪里来的300人？还有骑兵？你吓唬我！二当家的，我哪敢啊！真的，您出去看看，值多不少。今天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大海听二狗子说，方大圣带着大队人马来到黑云寨讨伐山猫子。山猫子不信，便带着大当家急匆匆赶来。没有想到看到眼前一幕，山猫子的腿直抖擞，面前站立着黑压压几百号人。都是你干的好事，早就说过不要乱来，这一次看你怎么收场。有什么可怕的？借几挺机枪玩玩而已。山猫子一脸不屑，大步走上前，还露出傲娇之色。你们这些人造反啊！滚犊子！还有不少是我黑云寨的老人，现在想干什么？
想踏平我们吗？滚，全都滚蛋！机枪是你抢的，我的兄弟是你打伤的，是劳资没要了他的命，算他运气好，都是打鬼子的，借我使使有什么大不了？方大圣听完挥挥手，巴廷马克沁重机枪已经架着，大当家谢宝庆倏然一惊，都是一家人，何必闹成这样？这是肯定有误会，不然我让山猫子给你们道歉。大当家的，这次不是针对你，是山猫子抢的机枪打伤我的兄弟，他必须偿命。大当家的要是束手旁观，以后还可以友好相处，如若不然，那就抱歉了。子弹上膛！方大圣一声令下，拉动起身，这可是2个连加上一个炮兵排、一个机枪排的兵力，全员装备齐全。兄弟们，听我说，这事和你们大部分人无关，和你们没有关系的都退下，我们只出手额，这个账怎么算，你们自己想清楚。双方实力太不悬殊，方大圣这边连山炮都有。独眼龙这番话后，黑云寨那边不少土匪已经开始往后撤退了。开枪！开枪！你们的重机枪是烧火棍吗？把他们都嘎了！山猫子下了命令，但根本没几个人响应。李聪带领骑兵连冲锋，胆敢开火的全部诛杀！方大圣一声令下，李聪就带着骑兵狂冲，山猫子没过多久就被活捉。放开我！有种就嘎了我！老子可是黑云寨2当家！今天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话音刚落，方大圣手持大砍刀，面露冷芒，缓缓向山猫子走近。感受到方大圣那冰冷的目光，山猫子不由得浑身打摆子，他终于慌了。大当家的，大哥，您不能不管我啊！我抢这些重机枪也是为了咱黑云寨的发展啊！大哥，我都是为了你啊！山猫子这么说了，谢宝庆不得不咬牙走向前。都是一家人，何必闹成这样？这是肯定有误会，不然我让山猫子给你们道歉。当时他开枪的时候，可没想过我兄弟的死活。大当家的，你是道上的前辈，我方大圣敬重。有些事可以说，但是有些事真的办不了。方大圣随即亲手操刀，当着众人的面将黑云寨2当家按在了行刑台上。方大圣，滚！滚啊！你这个疯子！山猫子被斩，巴廷马克沁重机枪失而复得。方大圣擦拭着手中的大砍刀，面露绿色。谢宝庆转了转眼珠，心生计策。有方大圣这个活阎罗在，黑云寨将来能如何？刚来时他才9个部下，现在都300多人了，不如提早病了。锦上添花总归比不上雪中送炭。进入9排就是一家人，我9排的兄弟谁敢欺辱，虽远必诛。周围士兵心头为之一震，感受到强烈的归属感。跟着这样的大帅，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此时李云龙和丁伟还在带兵靠近万家镇，结果发现伪军驻地已经被毁坏。娘的，这是什么情况？咱这是给人截胡了。堂长抓到个舌头，你看看谁先干掉了这骑兵营？八路爷爷，别杀我，我没在当二鬼子，我就是回来拿点行李，我没有违背你们的命令啊。等等，听你这意思，你们这骑兵营是被一伙八路干掉的？奶奶的，肯定是他孔二愣子截胡了。走，老丁，找孔二愣子去，咱们不能白跑一趟。是啊，咱们辛辛苦苦跑了这么久，总得要点跑腿费。这骑兵营的装备，3家平分，见者有份。上集，方大圣打掉山猫子，成功夺回重机枪。李云龙和丁伟赶到万家镇，结果却扑了一场空。老李，等一下，先别着急呀，不得问清楚吗？你可知道之前那股八路是谁带的队？啊，听他们说是9排带队的，好像叫什么方大帅。方大帅，9排，你他娘的说的这方大帅不会叫方大圣吧？对，好像就叫方大圣。这小子才离开独立团几天啊，就敢打一个骑兵营了，他娘的，有点劳资的风范。这方大圣确实有能力，但是他对外自称大帅，这可是旧军阀的称呼。是不是军阀是一个称呼能判定的吗？只要他方大圣不祸害老百姓，打鬼子打汉奸，他就是好同志。行了，这事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咱们现在也该回个家了。等等，李云龙，你少他娘的忽悠我！按照我们之前约定好的，这骑兵营是你一半我一半，之前你自己不也说了吗？见者有份，我的那半呢？老丁啊，你瞅瞅你那生气的样子，之前我让他们自己发展的时候就说过了，他们缴获的装备不用上交，我也不会给他们发放装备，现在咱老李还能舔着个脸去找他要回来吗？你都这么说了，我还能咋的？这方大圣还对我有救命之恩，这个哑巴我亏吃定了。大帅，又是这么多装备，这是坦克，我的老天爷！大帅，这坦克也是您从外国军火商手里买的，他们居然能够把坦克运送到黑云寨来，
反正能准时将武器给我们送过来就行。你们有谁会开坦克的吗？大帅，您真的是高看我们了。我们打个枪还凑合，开坦克这……看来训练坦克兵势在必行啊！这是坦克兵的训练手册，我们只有这一辆坦克，暂时组建一个坦克班。妈的，狗蛋都他妈的搞上一挺机关枪了！嘿，机枪算个屁！方大圣大帅连坦克都搞来了。前2天大家还都是一类人，现在怎么就差距这么大了？这样下去，兄弟们恐怕暗地里都投8路了，到时候再想要向那方大帅靠拢，就没啥太大意义了。方大帅，明人不说暗话，我谢宝庆今后愿意跟着你干，心甘情愿带着我黑云寨的所有兄弟跟着您混。大当家的，有些事我觉得还是应该说清楚。您麾下有一部分人，他们恐怕吃不了军旅的苦。方大帅的意思我知道。大帅，这黑云寨300人，你想保留多少？这300人中，根据我的印象，能符合我们队伍素质要求的，顶多也就150人。我要的只有精锐。遵命，大帅。您的意思我清楚了。大帅，我能不能为我大哥向您求个情？他现在年纪也大了，能不能让他做些后勤工作？我这个老东西打了一辈子仗了，林老也想好好休息休息。既然你执意如此，那就担任我们9排的首席后勤官吧。这可是个肥差，嗨，这个大帅，我不是这个意思。哈哈哈，不过这黑云寨附近可有什么适合下手的鬼子据点、堡垒之类的？要说鬼子据点，倒是有一个，在大王镇。老三，你疯了？那里有鬼子的一个步兵中队，据说足足有250多个鬼子，还有一个连的伪军。一个鬼子的步兵中队加上一个连的伪军，这也没什么。大少，你是不知道，他们随时打电话向福建鬼子机械部队求助，就2小时路程，紧随军一个团都不敢动大王镇。我们9排现在麾下足足有460-70人，留下部分人马留守，至少也能抽调400人参与战斗。400人要是都干不掉250人的一个鬼子步兵中队，那才真的是白瞎了。大帅，我倒是可以联系到一个内线，不知道用不用得上。我有个兄弟在大王镇伪军连队里面当排长。一个伪军排长内线，当然能用上，而且有大用。大帅，您来了。怎么样？操作地如何？其他的都还好，就是这坦克上面的加农炮还没真正试射过，专用的炮弹才100枚，这可都是金额的，大家都舍不得打。我批10发炮弹供你们练习，练习完觉得还不够的话，我继续给你们追加10枚，这个不能省。大帅，当真给我们批这么多炮弹试射？军中无戏言，我关心的是这坦克什么时候能够参加战斗，杀不了敌就是一堆破铜烂铁。大帅，我有信心，10天内大家就能将坦克开起来，并且初步参与作战。从今天开始，这坦克班班长你先当着，你心细胆大，适合开坦克。遵命，大帅。大帅，我已经和我兄弟赵成才说好了，今晚他会安排当值。但是大帅，我们这400人要是一起进去的话，未免有些太招摇了。就算是分批进入，也还是有些……好，你不用担心这个，到时候我挑选50人先进去。到了大王镇之后，你们在大王镇外直接冲锋，我们里应外合，最大限度干掉这些鬼子。马上就能杀几头鬼子解馋了，滋味真不错。方大圣和50名随从驱赶着7、8辆沉重的马车，正在慢慢进入大王镇。站住！什么人？干什么的？是我，东头老王家皮货型。原来是老王啊！快进去，早就等着你了。海军最喜欢你们家的皮货了。排长，看他们马车沉甸甸的，不太像是皮货啊。闭嘴！是你懂还是我懂？扫他娘的脚臭！士兵被训斥后，不再多言，方大圣等人继续深入阵中。突然，几十个日军士兵和汉奸翻涌，吵嚷着让所有人让路。你出卖我们？没有，大帅莫急，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刚才跑过去的那是平路木青，他就是大王镇那个鬼子加强中队的中队长，一般他都在大宅子里面享受的呀。今天啥情况？中队长一般是大尉，他怎么是少佐？这家伙很有实力吗？平路木青那个小鬼子有个屁的实力，天天就知道吃喝玩乐。不过我听说他好像有一个很厉害的叔叔。方大帅，今晚的情况有些不太对劲啊，要不然还是算了吧，来日再打这群小鬼子。现在这小鬼子就在这里，还有一个少佐，没道理不动手。待会儿听我号令再动手。这里的鬼子加上伪军，差不多有个100人左右。我们只有50人，必须要速战速决。正当方大圣准备下达开火命令，一辆轿车和2辆卡车急速驶来，带来更多的日军士兵。大帅，改日再议吧。不是我赵成才贪生怕死，而是这鬼子数量真的太多了，能让平路木青这个小鬼子亲自出来迎接的，至少也得是个大佐。大佐可以有啊，那不得爆装特多宝贝。这一票必须得干，听我指令，做好准备。10秒钟后，机枪兵和冲锋枪兵进行火力覆盖。王大贵，
我们神枪手办重点狙杀鬼子军官。杀！随着方大圣一声令下，11位神枪手开始疯狂连射，近距离打击下，差不多有34个鬼子就此被干掉。大哥，平路木庆，你这个废物，哪来的枪声？你想暗杀我吗？平路木庆张了张嘴，刚想就被一枪爆头了，导将箭射在平路勇夫脸上。吕团长，敌人火力太猛，我们撤退吧。八卦，一群蠢猪还不赶紧发动汽车！你们想让我被打死吗？这种事还需要来问我？八个牙路。上集，方大圣与伪军海上赵奇才利用外魔，成功混入大王镇，战争正式打响。一群蠢猪还不赶紧发动汽车！你们想让我被打死吗？这种事还需要来问我？八个牙路。10马克轻重机枪在高处摆放，将道路死死封堵。八个牙路，八个牙路，要死要！油门已经踩到底了，怎么不动了？吕团长，车胎被打爆了！废物，屁股养了一群蠢猪，汽车逃离。两人刚要下车，中尉就被人机枪榴弹扫中，身上多了好几个。我还是不下车了，下去就是个死。敌人的火力太猛了，希望援军赶紧到来。杀鸡给，吕团长阁下被包围了，救援吕团长阁下。吕团长阁下，要是出了事，我们都要切腹自尽。鬼子们开始疯狂地朝着暴虐的鬼子汽车扫射。鬼子想要支援汽车里面的那个鬼子头，有点意思了，让他们过去。命令黑旋风让他带着机枪派给我疯狂扫射，咱们也来一个围点打援。这鬼子头可是个很好的诱饵。战火突然燃起，200鬼子兵在重机枪的扫射下艰难逃离汽车。王大圣带领其他战士在后方杀。只要这些士兵不被杀完，我就还会活着。蠢猪，平路木庆，你带出来的就是蠢猪队伍，现在应该叫增援，不是死命往前冲。最后报告，吕团长阁下在大王镇遭遇袭击，平路木庆中队长已经玉碎，海团一定保护好吕团长阁下，不惜一切代价。消息传开后，整个平安县城及周边的鬼子兵力近8000人，开始朝着大王镇进击。晋绥军358团驻地，团长楚云飞被紧急叫醒，参谋长方立功汇报着战况。好家伙，平安县城还有周边几个县城镇的鬼子都在疯狂聚集，大晚上的，他们的目标会是谁呢？真要是这上万鬼子一窝蜂的攻打我们358团，我们也承受不了太久。难道是八路军那边有什么动静，给上峰发电？八路军总部老总也接到了消息，还发现了其他鬼子部队有什么异动吗？难道新一轮的反扫荡又开始了？传令各团各旅，让他们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做好战斗准备。独立团团部李云龙也接受到了总部的命令。他娘的，这鬼子大半夜的不睡觉，折腾人了！娘的，都跑出来拉练。可以说，整个晋西北今晚都别想睡好觉了，因为这件事情牵扯的范围真的太广阔了。作为本次事件的主人公和导火索，方大圣此刻倒是没想那么多。不知道干掉这个鬼子头到底能包装多少好东西。大王镇内的那个加强版的鬼子步兵中队，基本上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不过确实有那么几个鬼子星人在自从炮火的袭击下来到了那个吕团长平路勇夫面前。但是此刻的平路勇夫甚至连抬起头的勇气都没有，一冒头必死无疑。吕团长阁下，吕团长阁下，快撤离此地，撤离此地！蠢猪，全都是蠢猪，消灭那些该死的敌人，我才能安全。现在这样，我怎么撤离？8个牙路，你们快点消灭敌人，消灭敌人！蠢猪。同时，在大王镇，伪军连长孙大虎准备加入战斗做作业。赵成才，你干什么？你敢夺老子的枪？你找死！太君已经在外面打响了战斗，我们也得出去战斗，否则将来太君怪罪下来，你就等死吧！你们当真想帮着鬼子打我们自己的队伍吗？你们当真就愿意被那群鬼子呵斥打骂，动辄枪毙吗？你们难道真的想当铁杆汉奸，一条路走到底了？我现在就送向你回小日本，见你的狗天皇！看我武士刀的厉害！8个牙路。方大圣扶上诱饵，顺利歼灭了鬼子步兵中队。与此同时，整个平安县及周边8000鬼子也正急速赶往大王镇，底下的100多伪军士兵顿时蠢蠢欲动。他们原本就是中央军，因为他们旅长投了鬼子，很多人没办法被裹挟致死。
我也不瞒着你们了，那边的队伍是八路军方大胜大帅的，不想当汉奸的。今天咱们就反了，拿起你们的枪，将枪口对准那些鬼子，为我们无辜惨死的兄弟姐妹们报仇。愿意跟着我赵成才加入方大帅的队伍打鬼子的，现在就冲啊！打鬼子，打鬼子，奶奶个腿！自从穿上了这身黄皮之后，我儿子都不认我了，我爹更是将我赶出了家门，这日子过得真没啥意思。这番话后，所有人心头的热血疯狂膨胀，大约70-80名伪军士兵跟随赵成才，随即举起枪支，开始从另一个方面狙击鬼子。小鬼子，打死你个龟孙！战斗接近尾声，方大胜也注意到参与战斗的伪军士兵们身上，这个赵成才勇敢又会指挥，可以培养。随着鬼子的彻底消灭，方大胜和他的队伍接近了那辆满是弹孔的汽车，车内的平路勇夫终于露面。我投降，我的投降，你们的有待俘虏，你们的不能杀我，人道主义精神的干活。人道主义精神是对人用的，你们这些鬼子算是人吗？巴格亚洛，我已经投降了，现在没有任何作战能力，你弟怎么还用枪顶着我？不对吧？这武士刀不是还在你手中吗？你自始至终都还没有放下武器，怎么能算是战俘呢？现在的你不是还很有威胁性吗？我杀你不应该吗？巴嘎亚路，那就是没得商量了。我要向你发起武士对决，如果我赢了，贵军必须无条件放我走。可以，但是今天你绝对走不掉。我现在就送向你混小日本，见你的狗天皇！对，看我武士刀的厉害！巴嘎亚路，你打得不错，不好，鬼子要跑。放心，他跑不了。恭喜宿主亲自击杀一名鬼子少将，奖励斯柯达 H3 系列105毫米口径榴弹炮10，对应口径炮弹1000，10国语言精通1，大洋5万。比较知名的所谓的意大利炮，其实也就是75毫米口径而已。这100毫米口径的炮弹，哪怕是鬼子的军队也没几门。而且一般情况下，需要足一个炮兵般的战士才能进行拆卸、运输、放炮等等操作。足10门榴弹炮，我都能组一个重炮营啊！还有10国语言精通技能，这日语在未来的作战中。恭喜宿主及属下成功诛杀伪军鬼子301，包括鬼子少将1名、鬼子少佐1名，获得毛瑟 98K 狙击步枪100、毛瑟伯可手枪100、汤姆逊冲锋枪20，各式子弹5万，大洋8000。这下给的枪够用了。恭喜宿主成功覆灭鬼子一个步兵加强中队，隶属于陈编制军队，额外奖励 98K 毛瑟狙击步枪和子弹成套生产线1。还真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直接爆装了一条生产线，98K 步枪和子弹成套生产线一套。当方大胜准备离开时，伪军排长赵成才显得很踌躇。方大帅，我们兄弟都是被长官逼迫才加入的伪军，穿了这身黄皮。大帅，如果您不嫌弃，赵排长不必多说，你们敢打鬼子，愿意打鬼子，我的队伍自然就欢迎。我们七夕大王镇也多亏了你做内应，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带着你麾下的几10个兄弟加入我的步兵2连，我正式任命你为步兵2连连长。兄弟，在大帅这里好好干，大帅不会亏待你的。赵兄弟，以后咱俩可就是战友了，多多指教。多谢大帅，李营长，现在应该称呼李连长了，以后大家就是战友了。大龙，你只报告了小鬼子被干掉了300多头，但是我军的伤亡呢？大帅，一共阵亡37人，重伤无法继续参战的13人，轻伤30多个，但是不耽误继续战斗。鬼子被干掉了300多，我们伤亡50，这还是我们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我们的武器还是需要进行更新迭代。大帅，我该死，我该死！鬼子的掷弹筒打中了我的炮，我居然把一门75毫米的山炮弄坏了。大帅，您把我拉下去枪毙了吧？虽然我知道，就算是赔上我的命，也抵不上这门大炮的1/10。大帅，这是我们队伍唯一的一门山炮，现在却被我给毁了。就这，行了，别哭了，一门小山炮而已。回头我给你弄10门榴弹炮回来，直接扩编成炮兵营。10门榴弹炮，大帅，别说咱独立团了，恐怕整个师也没这么大口径炮弹啊。行啊，保证不骗你，回去再说，抓紧行军吧。鬼子的援军很快就会到。鬼子第1军第4混成旅团的上万部队纷纷赶到大王镇，但战场上除了无数鬼子尸体外，其他一切已被方大胜的部队带走。司令官阁下，第4混成旅团旅团长平路勇夫少将已经在平安县城大王镇玉碎，一共有300多位帝国勇士被灭杀在当场。此事已然成为我第1军的最大失误，这群人必须全部消灭。废话不要多说，坦克兵、炮兵开始准备，听我号令射击。车炮弹1发1秒钱，榴弹炮1发1周钱。老实交代，这件事到底是不是你们的手笔？杀！
怀疑是我李云龙干的。真要是老子干的，我早提着这鬼子的脑袋去见老总要封赏了。老丁，总部说第4混成旅团长死在大王镇了，还死了300鬼子。那波人速战速决，飞速撤离，让第4混成旅团上万驰援的鬼子扑了个空。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胃口？老李，你从地图上，这大王镇距离这万家镇可没多少距离。现在再看这个大王镇，同样是深夜动手，一旦得手，迅速撤离，来无影去无踪，打法还都这么激烈。老丁啊，你他娘的不会是想说大王镇这一仗也是方大胜那小子干的吧？老李，你是真不相信，还是不敢相信？你那分封出去的9排台长方大胜能是个普通人吗？娘的，方大胜这小子还真他娘的有点魔性，真他娘的像一只狼王，有劳资当年的风范，对咱老李胃口。方大胜回到黑云寨，带来了一大批武器装备，将这些都发下去，还有缴获的歪把子机枪、鬼子掷弹筒都下发到步兵1连和步兵2连，填补步兵连的作战火力。此外，从今天开始，以独立团9排的名义向周边的村镇进行招兵。警卫班和神枪手班正式合并，组建狼剑特战队。目前狼剑特战队暂定35人，1个排编制，由我亲自担任队长。大帅，我们不是要招兵吗？大王镇缴获的地图上显示这旁边有个青山战俘营，咱们要不要？等一下，青山战俘营怎么这么熟悉？和尚又名魏大勇，在少林寺练过几年功夫，身手极好，是个人才，很适合放在狼剑特战队中磨练。团长，没办法，这一次只能结乎你的了，谁让咱缺少人才呢？好，独眼龙兄弟，你去打听一下这个青山战俘营的具体情况，招兵的事宜由炮兵排排长王成柱以及坦克兵班长姐大海负责。还有什么问题吗？大帅，其实大多数国人都有一颗报国心，只是他们很多都上有老下有小，我怕他们很难割舍这些去参军。那就每个月给普通士兵10块大洋军饷，用来补贴家用。军官的军饷逐级增加，如果军饷足够的话，就能安抚家属，大家也就没了后顾之忧。大帅，还有一个问题，咱们这枪支大炮是不缺了，就是这个伙食，您看能不能给改善一下？大当家的，听到了没？你安排的伙食还要改进啊！今天开始听我的安排，要保证3餐有肉，红烧肉管够，明白吗？大帅，这样的军饷和福利确实会吸引大量青壮参军，但这开销人一旦多起来，简直是个无底洞啊！不用担心，从鬼子那里缴的大洋都有几万了，先用着，还不够用的话找我就行。系统报都报10万大洋，还不知道怎么花泥，部下越多开支越多，但是那又怎样？部队越多杀的鬼子也就越多，报的大洋只会更多，这妥妥的良性循环。招兵情况咋样了？报告大帅，这次招兵十分顺利，我们已经征召了600多新兵，加上我们原有的军队，士兵数量已经破1000了。很好，赶紧叫停啊！够了够了！报告，石大龙啊，进来。大帅，你这动作太快了，我出去几天就从连长变营长了。那可不，你调查的情况怎么样？强攻不行，那就智取呗。晚上他们有探照灯，警惕性高，我们就白天突然袭击。这次我带着狼剑特战队去。王成柱，炮兵连准备好了吗？形成战斗力了吗？啊，又要打仗？大帅，打哪里？咱们是不是要打平安县城了？你小子把我都整不会了，有点飘啊。刚给你组建了个炮兵连，你就敢打平安县城？要是回头给你组建个炮兵营，是不是连省城都敢打？打个战俘营而已，我想着让你们炮兵连先行动，把战俘营的大门，还有周边的城墙，还有周边的鬼子碉堡先都给轰掉。这倒是没什么问题，就是打一个战俘营，出动105毫米口径的重炮，团长看到肯定要说太奢侈了。你小子还调侃起我来了，这不是给你们个机会练一下手吗？带一门炮过去就可以了呀。准备好方大胜的队伍便快速行动，浩浩荡荡的前进。坦克班和炮兵连成为这次行动的关键力量。炮兵连1排和坦克班准备行动，炮弹无限量供应，但是给老子好好打准了。大帅，我们距离青山战俘营还有2公里，可以开始架设榴弹炮了。坦克班也准备好了，大帅。步兵1营1连全体，狼剑特战队全体，轻机枪排全体，跟随在坦克之后，以坦克为掩体，对青山战俘营内的鬼子进行无差别射杀。这一次投入了差不多2个连250人左右的兵力，需要对付的就是青山战俘营内的鬼子和伪军加起来差不多也是200人左右，兵力差不多，可是双方的装备差距真是宛如天堑。大帅，我还从来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团长要是看到我们这么多重装备，恐怕要急红眼了吧？废话不要多说，坦克兵、炮兵开始准备，听我号令射击。坦克炮弹1发1秒连，我炮1发1周点，开炮！几十个鬼子就干掉了，房屋直接被轰掉了3次，这还是没怎么打准。嫡系，敌军还配备了坦克，至少有一门100毫米口径重炮。拥有这种配置的敌军，至少也是1个师的规模。我们被1个师包围了。
求援，向平安县城求援。一个电话直接打到了平安县城的鬼子指挥官西田春明处。副旅团长阁下，青山战副营那边出现敌军1个师的兵力何为？青山战副营那边要求和您直接通电话。大哥牙路，怎么突然有这么多敌军？为什么之前没有通报？什么来无影去无踪？大哥，有这么什么？绝无可能。什么1个师的兵力，有坦克和100毫米以上口径的重炮，就为了攻打你们青山战副营？大哥，死啦的，务必坚守。第8、第92个连队的增援马上到达。我怀疑这许敌人和暗杀旅团长阁下的凶手投入两干系，这一次绝对不能让他们再跑了。与此同时，西田春明一个电话直接打给了鬼子第1军司令官小冢一男。司令官阁下，我们下属的一个名叫青山战俘营的地方出现了大量敌军，据报告说应该有1个师，他们有100毫米以上口径的重炮和坦克。这群敌人到底是什么人？这群人穿着打扮和之前暗杀平路勇夫旅团长阁下的一模一样，请司令官指示。平路勇夫少将被暗杀，给帝国军部造成极大震动，必须要将这些敌人全部拿下。我将派遣2个旅团共16000人前往支援。西田君，这次不要再让我失望了。青山战俘营，方大胜部队的榴弹炮已经攻击了红旗军，3发打来，2发正中青山战俘营，直接摧毁了青山战俘营的大门。这个时候，方大胜跟随着坦克已经到了青山战俘营门口，炮兵连一排停止了继续炮。少佐，坦克还有大炮正对准对我们，土八路已经把我们全包围了。这次我们真的死的，我想妈妈了。巴嘎亚路，你这胆小鬼！听说八路军意志很仁慈，我们抓了那么多的俘虏，还有当地的老百姓拿来当筹码，这样可以延长我们作战时长。等我们的援军一到，我们就把土八路给包饺子了。如果八路军一定要杀光我们，那这些人质也不会有好下场。少佐英明。此时，日本小鬼子已经把一些老百姓抓来当做人质，朝着方大胜喊话：“前面的土八路给我听着，我是大日本帝国皇军，如果你们敢杀光我们就把这些老百姓统统杀掉。我知道你们八路不会忍心伤害老百姓。”不好，大帅，这小日本鬼子不讲武德，把当地的老百姓也抓了起来当人质，咱办？先别开枪，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保证他们的安全。我来对付他们，等会我一个人走过去，你们伺机而动。说完，方大胜卸下武器，一个人朝着人质走了过去。刘喜，八路棒棒的，不像中央军他们才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我钦佩你的勇气，请问阁下的尊姓大名？我独立团9排排长方大胜，专杀你们的鬼子。那你排长？此时小鬼子都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排长，但回想起来，活命要紧。话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嘛，大圣，我只知道你们中国的神话故事里面有一个孙猴子叫大圣，他无所不能，可你今天遇到我们大日本皇军，你也无能为力，哈哈哈。废话少说，你把这些老百姓放了，我来当你人质，只要我在你们手中，他们不会对你们动手的。游戏很好。小鬼子把老百姓放了，把枪口对准了方大胜。不好，大帅替换了人质，咱爸没有了大帅，我们这刚建起来的队伍就散了。别急，我相信大帅，他会有办法。我们是死营救大帅，是死营救大帅，是死营救大帅。少佐，他们太欺行了，太可怕了，我们是不是不应该替换人质的？专诸，我把他们老大抓起了，他们不会轻易妄动的。此时的少佐心里也怕极了，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就要到了。方大胜看到小鬼子松弛下来，搏斗的时机来了。只见方大胜后脚猛一踢，少佐同时上，后面的几排站着的小鬼双飞起来。这是什么功夫？大嘎压路，大气给给，为他做保护。兄弟们，出马，营救！好。慌乱的战斗中，此时的少佐正拿着一把阻击枪瞄准方大胜，准备一击命中。可恶的土八路，不讲武德！方大胜与我们一起对打。子弹被合掌空刀一把上，随后合掌一刀直飞过去，直插少佐腰中。好刀法，这肯定就是合掌。大击给给，射击，扔手榴弹，炸了坦克。2个残缺的鬼子步兵小队和一个伪军连队正在青山战俘营中玩命抵抗，想要瞄准方大胜的3-8T轻型坦克。坦克本率先开炮，这几个鬼子就在处理好了难题。大帅，你没受伤吧？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不然我们怎么办？我就说大帅会没事的，哈哈哈。大帅，我们狼剑特战队没有参与感啊，他们炮兵连先轰了一通，
轰掉了敌人的围墙和碉堡，然后这坦克又在前面打先锋，一枚坦克炮就将小鬼子的阵线打散了。照着这样来看的话，以后咱们搞180辆坦克，以后打仗的时候将坦克一字排开往前冲就是了。行了，别扯淡了。你这口气倒是大得很，搞180辆坦克，咱们这一辆坦克都是宝贝疙瘩了。你知道180辆坦克的是啥规模吗？好好打小鬼子。狼剑特战队离得远，30多位队员直接用98K 狙击步枪进行疯狂狙杀，进了之后直接用汤姆逊冲锋枪火力压制。这几轮下来，所剩无几的2个鬼子小队也就直接报销了。将各个牢门都打开，让他们广场集合。被关压着的基本上都是中央军和晋绥军的士兵，此刻看到有人来，心情都很雀跃。兄弟们，你们是哪部分的？多谢你们救了我们。我们是八路军的。不是说八路军穷困潦倒，连枪都没有的吗？你们一个人居然就3支枪，你们身上这挂的，我去，哪些冲锋枪，得些驳壳枪，得些狙击枪，怎么样？心动没？一个月还能拿10个大洋呢。什么？这待遇太好了吧？兄弟啊，你们部队还招不招人了？我要去。鬼子很快就要增兵这里，所以废话我也不多说了。我们是八路军的队伍，我叫方大胜，你们都是从抗日战场上下来的老兵，都是英雄。愿意留下来跟着我方大胜一起打鬼子的，就跟着我走；不愿意留下的，每人发放2大台路费，各自回家。魏大勇在这里吗？长官，是我就叫魏大勇，多谢长官的救命之恩。不用，应该是我感谢你救命之恩。刚在战争中，你为我挡了1颗子弹，我感激不尽。你刀法很好，愿意加入我的队伍吗？长官，您虽然救了我的命，但是我还想回中央军，然后跟着中央军去打坂田联队呢，此仇不报，心里面真受不了。大兄弟，连坂田联队的指挥部都被我们大帅一枪击中哑弹给摧毁了，那坂田联队连队长早就被炸死了，连坂田老鬼子的上1级，那个什么第4混成旅团长也被我们大帅用盒子炮一枪爆头了。对，坂田老鬼子被长官您杀了，您还杀了小鬼子的旅团长。之前我们在战俘营的时候，只听说一个鬼子将军被干掉了，当时青山战俘营的那群鬼子可是嗷嗷痛哭。长官，你也太牛了！怎么样，现在愿意跟着我一起打鬼子吧？愿意，当然愿意，能跟着长官这样的大英雄，求之不得。长官，以后您让俺干啥，俺就干啥。以后你就加入我的狼剑特战队，当我的直属部下，可以吧？好好干，和尚。长官你好，你踩我脚了。哦，我耳机里听的是葛东启的旋律。嘿，长官，你可真神，你咋知道我小号是和尚？看你这没啥头发的样子，可不就像和尚吗？我的这一套武器给你了。方大胜将汤姆逊冲锋枪和98K 毛瑟狙击步枪递送了过去，自己只保留了一把驳壳枪。你小子是真的大帅喜欢啊，我都有些妒忌了，我还从没见过大帅这么对过一个鳖。长官，不是大帅，长官，您把这么好的武器给我用，我保证一定在100个小鬼子的脑袋来报答你。兄弟们，这位长官连坂田老鬼子和第4混成旅团长都能干掉，那就是战神，跟着战神打小鬼子，这多好的机会呀，可千万不要错过了。是啊，奶奶个腿的，回去跟着中央军，还他娘的要受各种窝囊气，平日里官僚主义重得很，一到打仗就畏畏缩缩，追随大帅，我愿意加入。好，要加入的来我这边报名字。我姓张，吉字辈，叫吉林。我也姓张，吉字辈，叫吉品。你呢？还姓张不？我叫闪电虎，真叫这个，我哥叫闪电狼，姐姐叫闪电龙，弟弟叫闪电多。大帅，我中央军第73团2营营长武安国，愿追随大帅。我麾下还幸存的这几10个兄弟都愿意加入大帅的队伍，请大帅收留。看你站军姿的样子，是科班出来的，这么年轻就成了中央军的少校营长。不瞒大帅，属下黄埔第9期毕业的。黄埔出身，还是中央军嫡系的营长，你来投靠我，你确定吗？我的正式身份是八路军386旅独立团9排排长，大帅只是他们瞎叫的。确定，属下确定，大帅能诛杀了坂田联队连队长和第4混成旅团长这样的鬼子将军，已经足够彰显实力了，请大帅收留。很好，欢迎你的加入。安国，你们编制成一个加强连，270人，差不多刚好编制完成。安国，我想让你出任这个加强连的连长，你觉得怎么样？多谢大帅，绝不辜负您的信任。战场都打扫完毕了吗？迅速撤离，在这里耽搁了个多小时了，再不走，鬼子的援军就该到了，被追上可不得了，赶紧跑！炮兵连率先携带着榴弹炮撤退，方大胜和其他部队紧随其后，急速行进。大帅，您来坦克里面坐坐，这里面安全。好吧，闲着也是没事，进去看看。方大胜进入38T轻型坦克，谢大海
仍满脸兴奋地向方大胜介绍坦克的性能和操作。这里是驾驶位，这是弹药存放处，而这是37毫米加农炮的操作台。看来让谢大海当着坦克班班长是选对了，他适合这口天赋饭。这次战斗的战功颇丰，缴获了一堆武器，鬼子的38大概步枪，杰克式轻机枪，还有充足的子弹和不少燃油。恭喜宿主及属下成功诛杀鬼子121，获得38大概50，毛瑟 98K 狙击步枪50，各式子弹2万，大洋3000。恭喜宿主成功覆灭鬼子2个步兵小队，额外奖励杰克式轻机枪20。恭喜宿主成功覆灭鬼子1个特种兵分队，因第一次抹杀鬼子陈建制特种兵，获得额外暴击奖励，额外奖励特种兵作战装备成套装备50。特种兵作战服95式突击步枪、手雷、步兵刺刀、92式手枪，全部都是顶级装备。95式突击步枪有效射程600多米，比鬼子38大概的400米射程强太多了。而且鬼子的38大概打一次就需要拉动一下枪栓，38大概打了一枪，95式突击步枪弹匣容量30发，直接打出30发子弹。要是什么时候能爆出来一条95式突击步枪的生产线就好了，靠着慢慢爆装95式突击步枪，还不知道要等多久。1个多小时后，方大胜和他的部队成功抵达黑云寨。与此同时，鬼子第4混成旅团抵达青山战俘营，但只发现了一片死寂和尸首。8个压路，敌人消失了。上报副旅团长，现场确实有重炮轰击和坦克行驶的痕迹。驻守在青山战俘营的所有敌国勇士全部玉碎。司令官，青山战俘营一片废墟，尸体遍地，3万军队如同打了一场空战。你的意思是，那群敌人就这么消失了？是啊，司令官。你再说一遍。是啊，司令官。现场有发现八路军的士兵吗？只有极少数，其他人身上的装扮很是散漫，感觉就像是一伙土匪一样。拥有坦克和重炮的土匪吗？那么这次行动便有了方向。山本军启动斩首计划，给八路军一个沉重打击。遵命，司令官，我已准备好，随时可以执行。每天进行数百发子弹射击游戏，熟悉各种武器的操作。特种兵就是要全能的。接上机，方大胜爆出来的特种作战装备，准备入装八路军。狼剑特战队集合。今天我们换装新的95式特种兵作战装备，这装备真高级。现在开始换装。换装之后，狼剑特战队将会进行残酷的野外生存训练。如果有人觉得吃不消，现在可以离开，这不丢人。因为特种训练某种程度上就是癫狂的、残酷性的、令人绝望的。因为你们每人都将成为特种兵。什么叫特种兵？攀岩走壁，千里追袭，万将从中取上将首级。你们每一个人都将会是兵王。35名队员坚定的战力，无人动摇。兵王，那是每个战士所毕生追求。这些装备是你们成为兵王的基础，保管好。大帅，这些看起来应该像是成套的特种兵装备吧？新式冲锋枪，新式手榴弹，新式手枪，防弹衣，就算是特别精良的鬼子，也很少有这么厉害的装备。您是如何得到的？我们大帅连坦克都能买来，别说这什么特种兵装备了，跟着大帅混，一天吃9顿，不过是小菜一碟。安国，你也拿一套去。大帅，我不是为了这些装备。拿着吧，这是你作为队员的一部分。战场上穿上这些装备，能最大程度上保护自己。头几天，方大胜和武安国刚聊到军队建设、军队训练等等内容，常常直到深夜。方大胜发现，这武安国确实是个将才，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去打青山战俘营，本来是想着把和尚这个家伙给截胡到自己这里来，没想到误打误撞将你这样的红干踩回来了。大帅，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对，全能特战队是我们的目标。我对你提的几项改进建议都很满意。方大胜这段时间全身心投入到狼剑特战队的训练中，吃力负重，这是技术项目，每天进行数百发子弹的射击练习，熟悉各种武器的操作。特种兵就是要全能的。狼剑特战队，我的目标是成为最强的战队。你们要有如狼般的狡猾和勇敢。我希望你们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亮剑的勇气。狼剑一出，谁与争锋？是大帅。然而鬼子这边，司令官小种一男下令的斩首计划。鬼子第1军特工队队长山本一木军衔大增，正集结部队准备进攻八路军总部。与以往的鬼子不同，这股几十人规模的鬼子兵，全身上下穿着特种作战服，手持冲锋枪，胸前挂着特制手雷，整套武器装备是鬼子中精锐的精锐。此次我们袭的击目标是大峡湾的八路军总部，这就是司令官下达的斩首计划。所有小组听我命令：第1战斗小组在前方扫清障碍，注意警戒；第2战斗小组负责全面掩护；第3战斗小组作为后卫，负责断后。我们到达八路军总部时，不要轻易开枪，必须做到一击必杀，没有命令绝不能擅自行动。鬼子几十人部队正趁着夜色快速地驶向大峡湾。报告长官，根据地图显示，我们已经到了杨村地界，现在距离八路军总部的大峡湾只有2公里了。露西，
我们的目标是八路军总部，从杨村绕过来，不要打草惊蛇，必须做到一击必杀，没有命令绝不能擅自行动。遵命，大佐。这时，杨村几名巡逻的八路军战士路过，几位士兵便开了一枪，打中一名八路军战士。有敌人，快隐蔽！报告团长。哪个蠢猪开的枪？我刚刚是怎么说的？大佐，您刚刚说必须做到一击必杀。蠢猪，全是蠢猪！我们暴露了。鬼子士兵还没怎么反应过来，突然战斗瞬间打响。驻扎在杨村的独立团，整个团上千人直接涌过来。团长孔杰此刻也是瞬间警惕。这小鬼子真是活腻歪了，居然胆敢主动向我们独立团发起进攻，迅速部署防御，我们不能让鬼子得逞。2营正面阻击，1营和3营从侧面包抄，务必将来犯之敌斩于马下。几十支冲锋枪火舌锋锋深射，不少战士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一枪爆头。八个牙路，我们已经暴露了，大杀完只能下次再来。所有战斗小组退出战斗。特种作战的精髓就在于一击必杀，如若不能做到，就必须要迅速撤离。奶奶个腿的小鬼子要跑，晕，不能让他们逃走。孔杰还以为这群鬼子因为打不过他们，所以准备撤退，但追击中他发现八路军损失惨重。孔杰意识到了这次来的鬼子不对劲，这些鬼子他们的实力远超我们的预期。团长，我们伤亡了200个战士。200个，快搜寻一下，有没有小鬼子的尸首？快找找！现在2营损失最大，一个2营才多少人呢？伤亡了200个，再打下去，整个营都要报销了。这战斗才开始那么一会儿，这群小鬼子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团长，找到了，找到小鬼子的尸体了，是小鬼子的钢盔。团长，这小鬼子的钢盔好特别。方大圣低声令下，科班用加农炮，对远处3公里范围内进行无差别轰炸。收到，大帅。大帅，根据您的吩咐，这几天我一直蹲守在杨村周边，没想到真有小鬼子偷袭杨村，而且他们行动格外迅猛，我根本就没发现他们的存在，他们就直接开枪了。方大圣指了指一旁从青山战俘营特种小鬼子身上拔下来的特战服，问道：“他们身上穿的是这套衣服吗？”夜里面太黑了，看不太清楚，好像是，而且他们就只有几十个小鬼子，但是火力格外迅猛，用的都是清一色的猛火力冲锋枪。我只是看了一会战斗，感觉杨村驻扎的八路军部队肯定吃了不小的亏。这就对了，命令狼剑特战队全体集结，命令机枪连的轻机枪排全体集结，命令坦克班全体集结，干这群小鬼子一票。走！方大圣一声令下，狼剑特战队全部上马，奔袭之前就挑好了位置。坦克停在道路另一边，夜色朦胧中，勉强看到20个小鬼子朝着这边行。这应该是鬼子的一个战斗小队，他们过来的话，肯定会发现我们的存在。但是现在我们要是攻打他们的话，其他2个鬼子小队必定会警觉，这群鬼子都是黑狼子。方大圣眉头紧锁，头都大了。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准备进攻，务必要将这20个小鬼子全部歼灭。方大圣率先使出子弹穿过了特制钢盔，直接将其爆头。神枪手般全击杀7、8个小鬼子，坦克班用加农炮，对远处3公里范围内进行无差别轰炸。收到，大帅。狗日的小鬼子，一大半夜等你等个黄花菜都凉了，让爷给你吃一套。远处约莫1.5公里的位置有鬼子行动的踪迹，狼剑特战队和轻机枪排进攻。狼剑特战队收到，兄弟们准备冲锋。坦克炮弹一发一中天。轻机枪排的15挺轻机枪开始也加入战斗。不到3分钟，这20个特种小鬼子就都去见阎王了。八个牙路，怎么会有这么多敌人？他们的火力为什么这般凶猛？喂，大哥，死啦的，不要将这支神秘部队全部整上。可是打前锋的20多个帝国特种战士已经玉碎了，现在我们这里又损失了10多个帝国特种战士，一共60多个特种战士，现在已经损失了一半了。山本一木正在头脑风暴，一枚坦克炮他身边3、4个特种小鬼子直接怪兽，离开这里，保存实力，交叉掩护，迅速朝着周边的密林撤退。我山本一木还会再回来的。大帅，我进去追他们，穿山沟子大林子，还说不用追了，这黑灯瞎火的在林子穿梭，危险太大，万一用他们的命换了你们的命，不值当。好了，打扫战场，把这些躺着的小鬼子枪全部拿走。方大圣知道这些装备将有用处很大。大帅，远处有动静，有一股八路军朝着这边来了。没事，慌什么？我们也是八路，都是一家人。让谢大海将坦克开回黑云寨就好了。打扫战场要仔细，给这些小鬼子的脑门处多补一枪，以防他们装死。大帅，现在还给他们喂子弹，这也太浪费了。子弹我们有的是，但是战士们的性命是唯一的。
不允许践踏，去执行命令吧。前面是哪个部分的友军？八路军386旅独立团9排。独立团386旅独立团，他娘的！我们独立团啥时候有了你们这些人？你们是假冒的，做好作战准备。你应该就是孔杰孔团长吧？早有耳闻，但是谁说386旅就一个独立团了？你的意思是你是李云龙独立团的？这小子，老总还给了他一个独立团的番号。没错，就是我就是李云龙独立团9排排长方大胜，欢迎孔团长莅临指导。兄弟们，把枪收起来！莅临指导，你可别磕成我了。今晚的仗打得真窝囊，死了200个弟兄，连个鬼子毛都没留下来，就他娘的掉落了一个钢盔。等一下，方大胜排长，这些鬼子不会都是你们杀的吧？这些鬼子尸体得有30-40了吧？报告大帅，共歼灭特种鬼子43人，另有20多名特种鬼子窜逃，缴获完整鬼子特战装备31套。大帅，我们有5个战士受了枪伤，不过都没伤到要害。你们伤了5个人，干掉了40多个特种鬼子，到底是咋做到的？这群鬼子太邪门了，武器很先进，火力也很猛，我们一个营的火力都比不过他们。一切的恐惧都来自于火力不足，他们火力猛，我们比他更猛就是了。冲锋枪爽，反正就是打。方大胜身边的战士们聚集起来，装备精良，然后孔杰的部队截然都是汉阳造、38大盖的，明显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的妈呀，李云龙那小子到底是发了什么洋财？这么几个人，这么多机枪、手榴弹，连腿上都有一把手枪，这还了得？难怪李云龙这小子这么抠，上次让他请我吃地瓜烧都不肯。想要让马儿跑的话，前提就是让他们吃饱啊，不然的话他怎么跑得动？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就是你们用的马饲料有点太奢侈了。孔杰的表情变得犀利起来。那什么，方排长，我想和你商量件事，我们还要对这群鬼子的身份进行全面甄别，主要是需要他们的装备，回去核验一下身份。孔杰这点小心思还是不戳穿他了。孔团长，这些来自于鬼子司令部直辖的鬼子特工队，特工队队长叫山本一木，军衔大佐。这些鬼子身上的装备也都是清一色的美械装备。这么说起来，他们是鬼子精锐中的精锐了。这样的精锐怎么就盯上我的团了？我们团牌面有这么大吗？孔团长，这是刚才从鬼子身上搜到的行军地图，他们本想着绕行阳村的，只是没想到孔团长您的团刚好驻扎在这里。难不成我们是误打误撞碰上的这群小鬼子？孔团长，你看他们标注的地点应该是2公里外的大下湾。方排长，刚才你说什么？大下湾？这群特种鬼子的目标是大下湾？我的个老天爷，老总和总部可都在大下湾，我孔杰难不成是替老总挨了枪子？大差不差了。这样一来，他们偷袭大下湾的计划就算是落败了。我孔杰这次真是丢人丢到家了。不过我们团要是为了老总挡了这特种小鬼子的子弹，倒也值了。方排长，今天多谢你为我们独立团的战士们报仇。方排长将来但凡有什么需要，只需要吱一声，我孔杰一定给你办到。还有一件事。怎么了？您说。方排长，你愿意来我孔杰的独立团吗？我还有个副团长的位置一直保留着，要是你愿意，我马上向上级申请。你先别说话，你要是不愿意的话，我这个团长让你当也行啊，这都好商量嘛。独立团、主力团，他孔杰好意思说自己是主力团吗？我看他孔杰这个独立团就是个草包团、发面团。对，老总，未知全貌不可妄评啊，先看看完整的战报吧。好了，我看完了，本来只想给他点教训，现在不同了，孔杰这个团长还是不要干了，让他去喂马。孔杰，我对不起你。老总，这可是兵家大忌，临阵换将，而且这要是撤换团长，现在人选不多了。团长人选，这都不是问题。老总转而一下想到了战报中的一个名字，战报里孔杰如实汇报了战报中方大胜的战绩。方大胜一个排长都能带兵干掉这什么特种鬼子几十人，好样的，还是李云龙的兵。这方大胜排长带着手下的人马干掉了40多个特种鬼子，但是自身只是伤了几个战士，好歹也算是给我们八路军挽回了一点颜面。只是一想到孔杰这战绩，我还是忍不住锤死他。老总，孔杰也有自己的难处，而且他可能替我们总部背了黑锅。就算是背了黑锅，也改变不了他孔杰带了发面团的事实。人家李云龙手底下的排长怎么就能干掉几十个这种特种鬼子？这战报当时他到底是怎么好意思写出来的？老总撤掉我独立团的番号，搞一个什么新3团出来，这简直是侮辱。番号不重要，重要的是打胜仗啊，孔杰。不对劲，老总这是不是在为你李云龙铺路，让你一家独大？孔二愣子，你这话说的，劳资就不高兴了。想要独立团的番号，你就拿战功去抢，打几个败仗就在这里说丧气了。李云龙，你别在这装，有这么个兵，你小子运气真的太好了。我让方大胜来我们独立团，不是，现在应该说是新3团了，让他当团长，我给他当副手，他居然都不干。忠义厚道，这点像我。你老李啥时候厚道过？抢战利品速度最快。李云龙，你要是厚道人，这世界就没狡诈人了。
咱们是一家子，分你的我的，互相帮衬建设队伍。老丁，你的思想觉悟还需提高，帮衬穷兄弟怎么了？穷兄弟，李云龙，你好意思说自己是穷兄弟？老子当时没看到方大圣手底下的兵啊，10几挺轻机枪，还只是个排长，手底下全是美械武器，子弹塞满裤腰带。这个我可以作证，方大圣那小子手下确实有很多好装备。老李，不和你开玩笑，我用2挺重机枪，10挺轻机枪，2门小钢炮和你换方大圣怎么样？就你这点破铜烂铁，就想和劳资换我们独立团的宝贝疙瘩方大圣？咱就和你明说了吧，方大圣这小子在咱老李心目中，至少也得值他1个师的装备，1个装甲师的装备。得拿出那条 98K 毛瑟狙击步枪的生产线了。方大圣下定决心，随即暗自去了一趟山下。他采用的还是那一贯的套路，放置生产线后，带人前去接收。但这次意外发生了。你们干什么？兄弟们，加把劲！这些铁疙瘩看起来是好东西，搬回去给二当家的看看。滚开！这是我们大帅的东西，你们这群小土匪找死啊！胆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兄弟们，抄家伙！黑旋风一声吼叫，10几挺轻机枪一字排开，30几名狼剑特战队战士手持风枪，对准了那群土匪。你们干什么？大路桥边各走一边，这么多东西放着也没看守的，谁知道是有主的啊？我们清风寨也是无意冒犯。对面是哪路兄弟，多有冒犯。我是清风寨4大金刚之一的赵守田，有得罪之处，不多包涵。清风寨4大金刚，赵守田。您知道我们清风寨也是，自从二当家加入，我们清风寨的威名更上一层楼，对付鬼子那是手到擒来。二当家周卫国打鬼子的确非同小可，传个话说我向他致敬。您整治我们内事，您又是哪路神仙？8路军386旅9排排长，我叫方大圣，欢迎他来黑云寨做客，有困难随时来找我。这4大金刚都是打鬼子的好汉。当然了，我最看重的还是黄埔毕业，最后去德国进修过战术的二当家周卫国。对了，这把枪送给你们二当家，告诉他期待他的到来。送这么好的枪，到底为哪般？难道这群黑云寨的人是二当家的崇拜者？这回头不得叫上二当家的把他们都收服了。行了，都别废话了，大家努力将这一条 98K 毛瑟狙击步枪的生产线拉回来。大帅，这真是一整条枪支生产线吗？您怎么做到的？是啊，但也没啥用，我们又没材料，又没人会使。大帅，其实我有办法，我有个同学在中央军后勤部任职，可以调动一些资源，人他也能帮忙介绍。真的吗？那可得好好拜托你了。但是我这个同学是商贾出身，极度爱财，以前一起同窗的时候就有铁算盘支撑。这个没问题啊，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这生产线运转起来。之前打小鬼子的时候，还缴获了10几根金条，都给他带上。另外再准备5万大洋，喂饱他的肚子。大帅，这也太多了。物资什么的越多越好，什么铁锭、铜锭、消失这些有多少我要多少。请大帅放心，我会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大帅，我也相信武安国武连长是个汉子，可是财帛动人心啊，这么大一笔钱，要是出了什么差错，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信任武安国，就像信任你一样。行了，不用说了，你也好好去训练吧。什么时候才能再遇到山本那群特种鬼子？击杀这群特种鬼子，报的都是顶好的特种兵装备，想他们的第一天。大哥，真不知道要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这么多人，就这么没了。司令官阁下，这一次我们遭遇的部队水平很高，最关键的是还有轻机枪和坦克支援。又是那只有坦克的部队，我早就说过要彻查神秘部队，死来的，情报部门都是一群蠢猪。好意，司令官阁下说的是，情报部门就是一群蠢猪。杨村有1个团都没有发现，要不是在杨村发生了遭遇战，此刻我的特工队早已经将大峡湾的8路军总部摧毁了。大哥，情报部门是蠢猪1号，你们特工队就是蠢猪2号。为了供养你们一个特工队不到100人，帝国至少消耗了可以组建1个连队的资源，你们就打出这样的战绩，废物东西！小种一男越想越气，当即又给了山本一木几个大嘴巴子。司令官阁下教训的是，请司令官阁下再给我们1个机会。你不能杀俘虏的，是吗？可我的手不听我使唤。长官，我们好像走错方向了。我们现在的位置至少向北偏移了70度方向。我们现在好像迷路了。大哥，偏移70度，我们再走1会都要回家了。所有部队停止行军，8个牙路，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侦察兵，侦察。8路军的1个排长，手底下10几挺轻机枪，剩下的人手1支冲锋枪。守田，你确定看到的是8路军，不是委员长的侍卫队？二当家的真的是这样啊？他还说，要是我们清风寨有什么大危机的时候，可以找他帮忙，他义不容辞。这都不是事，上次在一线天干掉鬼子1个中队，兄弟们现在都还兴奋着呢，啥时候再干一场？大哥，我们刚干掉鬼子1个中队，他们碉堡被拔，肯定对我们恨之入骨。他们要是有心查的话，必定能够查探到是我们清风寨干的。现在我们要做的应该是直接搬家。
班家，这么多年打下的基业就这么白费了，不行，这个绝对不行。大帅，幸不辱命，我那位同学将会定期定量的给黑云寨供应大量生产枪支和弹药的基础资源。这条98K 生产线和子弹生产线若是全天候生产的话，1个月差不多就能产出4000到6000支枪支，1个月可以产出数十万枚子弹，够用了。对了，生产这些枪支的工程师什么的，那边有消息吗？大帅，这些安排好了，人7天后到。但大帅，我还有件事要报告。回来途中，我发现鬼子可能正在接近我们八路军的兵工厂，情况很危急。多少兵力？大约500-600人，看样子像是个残缺的大队。呵呵，既然他来了我们的地盘，就别想着回去了。这不是来自投罗网来了？步兵2营3连留下来防守黑云寨，其余的全军集结，准备吃肉。随着方大胜的声音，各部队整装待发。此时距离八路军兵工厂约莫2公里地界，鬼子山崎大队的500-600鬼子还在行军。八路军兵工厂，侦察兵还没回来吗？长官，前面发现可疑目标，有一群八路在那边活动。那里可疑目标？消息是八路军的野战医院和兵工厂，这下被我们赚到了。全体做好战斗准备，死了的，建功，打他个措手不及。八路军兵工厂和野战士没有任何，只是人数太少，一时间劣势骤现。天杀的小鬼子，怎么就被他们摸到这里来了？这兵工厂里面可全都是弹药，一旦被轰炸了，不堪设想。快点名老总！山崎大队，他们怎么撞到我们的兵工厂去了？386旅全员准备驰援。老总啊，山崎大队才500-600人，这一次估摸着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碰进来的。兵工厂都是重中之重，不能出一点差错。命令386旅全员准备驰援。消息，电讯兵给小种一男司令官发报，就说山崎大队即将要覆灭八路军的兵工厂和野战医院，我们部队充当诱饵，请司令官阁下派遣援军从外围直接压上来，消灭来救人的八路军主力，以养地谷之围。如喜，命令乙线田周边的部队进军乙线田，配合山崎大队，告诉山崎治平，若能覆灭八路军主力，本司令官保举让他接替第4混成旅团长之位。这次本司令官亲自坐镇指挥，谁要是出现纰漏，自行切腹为田皇尽忠。那里，司令官真的这么说了？是的，长官，司令官说，只要我们这次能够打败敌人，晋升少将和旅团长的位置就是您的。消息，我山崎治平将不负司令官厚望。坦克炮弹一发一中天，榴弹炮一发一中天。开炮！就在骤然间，一阵阵炮轰声响起，整个战场的位置。这是哪里在打炮？重炮还不止一门，长官，我们被包围了。迫击炮还击。为了确保安全，方大胜直接将300枚掷弹有效射程才500米，可惜是完全无效。还没几分钟，山崎大队的500-600被轰开整滋哇乱叫。步兵1营1队，随我冲锋！独眼龙带着步兵1营1连队直接从鬼子追杀过来，鬼子还没有反应过来，手持3发大战的鬼子可不是机枪连轻机枪排，跟我来。作战装备还真不错，那鬼子的子弹打在钢腿上，只能落下一个白印。不能给小鬼子一点可乘之机。奶奶个腿的小鬼子，一起来吧！跟着大帅打鬼子，太痛快了。小鬼子全都只能抱头鼠窜，跟活王八似的。面对战神一般打又打不着，打中了也没用的9排战场，战场上的山崎大队士兵纷纷陷入混乱，未知的恐惧笼罩了每一个人的心头。电报，小种一男司令官，山崎大队遭遇炮轰，八路军至少有5门以上100毫米口径以上重炮，山崎大队将全体玉碎，为天皇陛下效忠，为司令官阁下尽责。说这个让我来，我亲自干掉的话，奖励能更多一点。这一波小赚，小鬼子让爷给你吃一个手雷。八路爷爷，我投降了，我想回家，你不能杀俘虏的，是吗？可我的手不听我使唤。我投降了。得知山崎治平少佐竟北方大胜用手榴弹打掉了，气急败坏的鬼子司令官小种一男决定用2倍于方大胜兵力袭击八路军。方大胜面对鬼子无所畏惧，打超过自己快1倍数量的鬼子又如何？司令官、連邦を受けたばかりで山崎治平は戦火で犠牲になった。連邦によると謎の部隊に滅ぼされたという。八个压路，我们帝国勇士山崎治平又被一支神秘部队给消灭，又有重炮轰击，坦克死了的。这支神秘部队一定是八路军，命令增援部队火速追击这支神秘部队。はい、司令官。鬼子的几千人增援部队正快速开往清风寨，激情营来的是一场恶战。
大帅不好，鬼子的几千人增援部队已快赶到清风寨。清风寨，周卫国。大帅，我们要去增援清风寨吗？可是我们刚打完仗，兄弟们都很疲惫，还要补充弹药粮草。况且这次面对的鬼子是3000多人，我们只有1000多人，能有胜算吗？王大奎把去不去救清风寨的兄弟们留给了方大胜，待方大胜拍板的是一个艰难决定。如果不救，清风寨的兄弟们铁定全军覆灭；如果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这支队伍有可能这次就打没了，留给方大胜思考的时间不多了。清风寨的兄弟们也是打鬼子的好队伍，都是抗日打鬼子队伍，我们能见死不救吗？救则重，不救则寡，齐心才能战胜一切来犯的敌人。听大帅的，打鬼子，打鬼子。很好，你们都有狼的勇气，我们就是一群恶狼，哪怕来再多的鬼子，也要将他们一个个生吞活剥。众将士们听令，准备3天干粮。这一仗，我们将家底全部压上，不成功则成仁。全军出击！叔主栽在这支神秘部队手中，如今连这支神秘部队的番号都不知道，就算是报仇都不知道应该找谁去报仇。空白的，全都是空白的。大哥牙路，帝国何时受过这样的侮辱？蠢猪情报部门多派几头蠢猪出去刺探情报。遵命，这就多派人去打探。可恶，先是山崎那个中信开花战术被打了个稀巴烂，现在又被这群小丑耍得团团转。大哥牙路，老子迟早有一天要把这帮人的人挂在城墙上。如果1个月内还是毫无所获，你们情报部门恐怕得缺副几个了。当下也只能将还没有训练好的那些女特工赶紧分批次都发散出去。妈的，这群鬼子速度怎么这么快？刚灭了他们一个中队，现在反过手来就用2个大队来围剿我们，还有一个炮兵中队。大哥，当初都是我们的决定，和你没关系，你用不着自责。眼下关键是先逃出这个鬼门关。魏国，悔不该当初没听你的话，是我将兄弟们拖进了漩涡，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的错。大哥，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有什么的？和小鬼子拼了，打死一个鬼子保本，干死2个还赚1个。大哥，现在和鬼子硬拼，又能拼得掉几个？我们弃寨离开，寨子后面有个无人区，没有鬼子的封锁，如果顺利的话，或许还能保住一条性命。就这么定了，魏国，现在我们就走吧。大哥，我现在还不能走，还需试探一下小鬼子，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寨中。不论如何，这一次我们都是9死1生。如果真的不幸遇难，希望来世我们还能做兄弟。等一下，魏国，之前那个八路军排长方大胜不是说了，遇到了事可以叫他帮忙吗？守田啊，你啥都好，就是脑子不太行。你说的这个八路军排长方大胜，根据你的形容，他的装备确实不俗，但他一个排长手底下能有多少兵力？哪是这2个鬼子大队加一个炮兵中队的对手？把他也给卷进来，那不是坑了人家吗？不过这个方大胜排长倒是个有趣的人，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倒是想要认识一下他。现在想这么多也没用了，能不能活着离开这个地方都不知道。行军途中，一名艳丽女子突然晕倒在路边，惹得一众将士侧目。大帅，有个漂亮女人倒在前面了，她说她和家人走散了，看样子是个大家闺秀。荒郊野岭出现美女，这很诡异。大帅真是好福气啊，居然在这荒郊野岭遇着这种绝色美人，这就是我们大帅了。你有什么事可以直接和我们大帅说。大帅，我叫红梅，小女子本想去投靠亲戚，却和家人走散，好几天没吃饭了。真的？大帅，小女子是真的迷路了，只是听见有军队过来，想求援而已。是吗？有这要求，那就让大帅好好伺候你一下。大帅，这不好吧？大帅，这，您太猛了吧！来嘛，伺候好了，大帅，啥心愿都能实现。大帅，还有这么多人在场呢。方大胜掏出枪口对准女子，扣动扳机。大帅，您怎能滥杀无辜呢？去扒他裤子。这大帅这人都干了，还扒掉裤子啊？你怕个啥？说不定掏出来比你都大。众人只得照做。女子腿间赫然一包奇奇怪怪的兜裆布，里面居然是支手枪。原来他是鬼子的探子，大帅英明，请责罚在下一顿。这不怪你们，只能说他伪装的太好了。但是这地方偏僻，少有人质，迷路了也不至于到这来。但这鬼子间谍还真是无孔不入，我们既然能够碰到，想必其他八路军队伍也一样。回头将此事上报总部，让总部务必重视。他是八路军的营长，需要出兵解救土匪。只因这群土匪中有一名抗日奇才，为了招揽此人，他不惜面对3000名日本鬼子围攻。在外人看来，一个营的八路军想要打赢3000鬼子，根本是天方夜谭。他却直言优势在我。傍晚，方大胜带着部队赶到了清风寨附近。
奶奶的，鬼子已经在进攻清风寨了，咱们给他们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清风寨之前灭了鬼子一个中队，遭了鬼子记恨。鬼子这次居然直接调动2个大队，回头围剿他们。寨子里一共只剩几百来号人，面对3000名装备先进的鬼子，可谓是毫无胜算。几位当家的早已心灰意冷。就在这时，4大金刚之一的赵守田突然回忆起之前遇到的一位奇人。魏国，之前我遇到一个八路军的排长，他认得你，还叫我遇到困难记得找他帮忙。八路军的一个排长，手底下能有多少兵力？哪是这3000名日本鬼子的对手？把他也给卷进来，那不是坑了人家吗？此时的方大胜早已升了营长，不过手底下只有1000余人，面对鬼子3000人马，可以说是优势巨大。毕竟敌在明，我在暗，鬼子还只带了一个炮兵中队，可他却因为系统奖励，手握3门坦克、数枚重炮。王承仲，将3门炮架好，准备炮击。是，大帅。坦克排，3辆坦克打前锋。是，大帅。和尚，你带着狼剑特战队跟老子去端了鬼子的炮兵中队，包在我们身上。方大胜快速赶至炮兵中队阵地附近，此处安置着鬼子这次行动的关键武器，70毫米920迫击炮，重约400多斤。过去的八路军在这样的重炮下死伤无数，他们不能贸然突进。鬼子服都带了吗？换上。站住！你们来做什么？一时间，和尚等人浑身冷汗。这次他们轻装潜入，而鬼子这个炮兵中队不仅装备精良，外围还有2个步兵中队把守，足足有几百号鬼子。他们只能等方大胜的指示。没成想，方大胜上来就是一个大嘴巴子，抽的鬼子中尉不要的。8个，我是援军，我们得到消息，那群土匪想要抢占我们的炮兵阵地。方大胜张嘴便是一口流利的日语，全亏了上次系统爆出的语言精通技能书。随后，方大胜继续往里走，一时间竟然无人阻拦。站住！我是炮兵中队中队长柳川真喜，我怎么没在旅团见过你？看来鬼子也不全都是傻瓜。方大胜将手一撕，直接就是一梭子，将这个鬼子中队长爆了。狼剑特战队立即反应过来，70支冲锋枪打得鬼子措手不及，一瞬间尸横遍野。去你丫的鬼子！方大胜在这边奇袭鬼子的炮兵中队，他的炮兵连也开始对着日军大部队猛烈炮击。鬼子的炮70毫米口径，400多斤，他们现在装备的斯柯达榴弹炮口径105毫米，炮弹重1.4吨，足足是鬼子的7倍，一炮不出，摧枯拉朽。这火力，咱们还只是一个连，比鬼子一个炮兵大队的火力都强了。八嘎，炮兵中队那群蠢货怎么在炸我们自己人？报告旅长，这好像不是咱们的炮，这个炮比我们的炮威力大多了，我们极有可能遭到了中央军或晋绥军的重炮袭击。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会不会是那支神秘部队？小种一男司令官提及过，有一支神秘部队装备了坦克和大炮，据说第4混成旅团长平路永夫就死在他们手中，但近卫文却不这么认为。一群废物为自己的失败找的借口罢了，我们帝国的装备和武器才是最强的。突然传来一阵巨响，近卫文拿起望远镜向远处看去，3辆坦克一边炮轰，一边射击着子弹，往前一点点。周边还有上千步兵、骑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往前冲锋。八个牙路，这至少是敌军一个军的火力配置。命令炮兵中队开炮，炮轰他们的坦克。鬼子炮兵中队早已被方大胜给端掉了。炮兵中队无响应。大哥，赶紧报信号弹，命令炮兵中队开火。嘿嘿，大帅，鬼子急了，让咱们这边开炮呢。好啊，那就成全他们。调换炮口方向，给劳资向鬼子兵阵营狠狠的炮轰。方大胜一声令下，随即鬼子炮兵阵地上的4门步兵炮和4门迫击炮直接转换炮口方向。打炮呢，打炮呢！旅团长阁下，我们的炮兵中队。车祸，你眼瞎吗？那些炮弹是朝着我们轰过来的。上报司令部，请求援助，我们被下过至少3个师的军队包围了。他是8路军的营长，却要出兵解救土匪。只因这群土匪中有一名抗日奇才，为了招揽此人，他不惜面对3000名日本鬼子围攻。在外人看来，一个营的8路军想要打赢3000鬼子，根本是天方夜谭。他却直言优势在我。调换炮口方向，给劳资向鬼子兵阵营狠狠的炮轰。开炮！大哥，你瞧，鬼子的炮弹居然朝自己人开火，像下饺子一样朝自己头顶砸。我勒个去！不是鬼子内讧，是有人攻占了鬼子炮兵阵地。难道我们有援军？这到底是哪路神仙在救援我们清风寨？若是真的有幸能活着，我朱子明定要向他磕3个响头。兄弟们，我们有救了，都给老子冲啊！别让友军看扁了咱！在周卫国号令下，土匪们正想突击，没有想到一辆鬼子的装甲车上重机枪崩溃，几10个土匪直接倒地，损失惨重。狗日的小鬼子，我认你先人板板，兄弟我先走一步了。
司令官閣下、第六旅団は大規模な襲撃に遭遇し、あなたの言う謎の部隊のように、少なくとも3人の死弾。爸爸，又是那帮幽灵，不能让他们继续壮大下去了，否则帝国大业将彻底毁于一旦。我调派4个旅团和第41师团全体5万兵力急速赶往庆丰寨，命令禁卫文坚守阵地，等待援军。はい、司令官閣下。5万多鬼子，小种一男已经将手底下近半军队都压上了。这场战役，他势必要粉碎神秘部队。不到半个小时，禁卫文带过来的2个步兵大队和1个炮兵中队已经被重创。报告旅团长阁下，再打下去，我们要全军覆没了。报告，必须要坚守待援，只需要再坚守5个小时，不，3个小时，再坚守3个小时，我们的先锋援军就会抵达。3小时，旅团长阁下，再有半小时，我们都将全部去见天皇陛下了。你敢扰乱军心！一声枪响，鬼子少佐应声而亡，周边那些鬼子心里满是恐惧。别动，小鬼子！别开枪！我们是8路，是来支援清风寨的。是方排长，是8路军的方排长2当家，就是他让我给你的带狙击枪。这一次我们遭遇鬼子大举围剿，危在旦夕，多谢方营长救命之恩。何来之恩？我们都是打鬼子的队伍，快起来！冒昧的问一下，为了救援我们清风寨，贵军出动了几个团的兵力？几个团？我们加强营就1000余人兄弟。1000余人兄弟对战鬼子的3000人马，当之无愧的英雄。此时方大胜正带着人马，3辆坦克打前锋，8路军全军压上，狼剑客战队70支冲锋枪猛烈开火，以及鬼子的炮兵阵地猛烈开炮，使得鬼子两面受敌。虽然鬼子有装甲车冲锋，但面对8路军坦克强大火力的碾压，战场上出现鬼子的惨烈牺牲，不到一会，鬼子就全部被歼灭。旅团长，我们已全部做好玉碎准备，坚定司令官阁下务必为我们报仇雪恨，此生立志敌不除，后患无穷。切记，切记。当方大胜等人压上来时，禁卫文身边只有7、8个小鬼子。大帅，这鬼子好像是个大官，要不要抓获的？不用了，我不喜欢俘虏鬼子。区少将，这点功勋哪里有报装箱？2人商讨之际，禁卫文突然发现了这边的方大胜，带刀冲了过来。帝国万岁，天皇万岁！还没近得了身，便被方大胜查住，机枪一阵扫射，禁卫文直接倒下。恭喜宿主诛杀鬼子，奖励 P511D 野马战斗机1架。我去，飞机！3个鬼子大队真的报了1架飞机，野马战斗机，自备4挺重机枪、4挺轻机枪，这下空战无敌了呀！方营长，山高地远，有缘再见。您对我们清风寨的大恩大德，我们永世难忘。以后若是有机会，我们清风寨必定会生死相报。诸位，如果你们不嫌弃我的加强营庙小的话，欢迎诸位加入。但要说打鬼子，绝对让你们打个够。我们清风寨的这些兄弟，只要是打鬼子的事情，我们义不容辞，我们愿加入。大帅，不好！前方发现鬼子的装甲坦克部队正朝我们赶来。大帅，不好！前方发现鬼子的装甲坦克部队正朝我们赶来。刚结束战斗，鬼子的援军就来了。大帅，我们赶紧撤吧。这刚缴获的战利品足够1个团装备了，要是这个时候抛下装备撤退，那就真是白忙活一场了。再赌一次。此时方大胜1个营总战力也只有1000余人，再加上刚结束的战斗，伤员也有好几百，而且这次遇到的是坦克装甲部队，此战要打下去必定凶多吉少。我们有地方赌，这一车战利品可没地方赌。全军听令，做好战斗准备。是。鬼子第14师团第33旅团麾下龟田大队坦克装甲部队3000余人正在急行军，他们要作为先头部队抵达清风寨，救援第6混成旅团，彻底消灭这支神秘部队。王血军，速度太慢了，报告，加速行军，一群拦住，跟上。孩子，大家干了1夜10多个小时都没休息过，您空洞。借口，你们下国人都是练的基因，一群废物只会找借口。伪军部队里顿时一阵骚动，他们不是不想，而是没有这个胆子。龟田大队最佳战绩，直接歼灭了进随军的1个师，足足1万人。想要休息，很简单，还想休息的，尽管跟我说，一群拦住。龟田还没嚣张完，一阵阵炮轰声突然响起，斗大的炮台上，方圆10米范围内，直接全部抹杀。必须，杀鸡给。报告，这炮弹是谁打的？不要干了他，快查明情况。这只是第1轮试炮，也是方大胜取得的先机。我在暗，借着武器射程的优势，先消耗一波敌人的兵力，挫败他们的士气。报告，给我死了的射击！鬼子们胡乱射击，可连个敌人影子都没看到，这些子弹自然也全都白瞎。伪军阵营此时也已经崩溃，纷纷往后方撤退。烟雾中，庞大的战争机器缓缓现身。敌人出现了，坦克是坦克，
土八路有坦克，竟然还有3辆！3辆坦克，这是方大圣目前最强的王牌。但他不知道的是，龟田大队这次却装备了10辆坦克。土八路3辆坦克算个什么？这次我特意装备了10辆坦克，民警坦克中队给我开炮，杀鸡迭个！鬼子的小豆丁坦克反应迅速，接连朝八路军坦克开炮，10辆坦克炮弹齐发，一些打歪了，一些直接落在人头上，加强营一下损失无数，连38T坦克也遭到攻击。排长，您没事吧？没事，轻伤而已，继续瞄准。龟田虽然嘴上说的轻松，但对面3辆从没见过的坦克，心里也有些拿不准。立刻给小冢一男司令官发电报，就说我们遇到了神秘部队。之前龟田完全不信什么神秘部队，可是八路军哪号1000人的队伍，能配备3辆坦克，这个部队的背景不容小觑。一连随我冲锋！冲啊！敢死队小鬼子！一连有了之前系统奖励的加持，装备不足，鬼子换弹药多，够他们的半自动步枪连发8次，还有经典98K加持，露头就秒。步兵一营一连正在敌阵中缓缓杀过一个鬼子，坦克排还行不行啊？等鬼子的坦克再开一炮，我们就全玩完了。鬼子的轻型坦克移速较快，加上加强营这边新人居多，经验不足，一时间竟然真的有点束手无策。瞄准鬼子坦克的履带，开炮！谢大海的坦克一炮轰出，方位偏移了些，还是未能突破敌方装甲。看着鬼子10辆坦克齐刷刷调整炮口准备开炮，方大圣心里第一次出现了一丝绝望，这次不会真的玩脱了吧？就在此时，后方坦克排2枚37毫米加农炮终于冲出，在空中划出一道目标弧线，稳稳命中目标。鬼子的2辆超轻型坦克装甲直接被破开，整个驾驶舱瞬间炸了，顷刻间点燃一切。旁边的鬼子也全部烤焦了。打得好，给我把小鬼子坦狠狠的炸！原来另外2辆坦克的驾驶员看到谢大海的地方，都不太3门坦克呈三角形式态围攻鬼子的8辆轻型坦克，转圈圈的方式边鬼子坦克找不着北。一连串的坦克攻势下来，这8辆小豆丁全部干飞，打得爽！谢大海，你居然把鬼子的10辆坦克全干趴下了！面对坦克中队的全败，龟田大怒，都是饭桶，10辆坦克打不赢土八路的3辆坦克，都是废物！忽然龟田一阵枪声骤然响起，龟八个牙了，竟然还有家伙在后背偷袭我们！报告龟田少佐，是那群皇协军叛变了！开枪轰击，一个不留，将那群该死的皇协军惩罚了！龟田一声令下，一部分鬼子将枪口调转向皇协军，鬼子的火力瞬间分散，也算是给方大圣帮了忙。加强一个火力一下拉上，鬼子队伍顷刻间尸横遍野，鬼子的防线被3辆坦克直接撕裂，坦克炮不断的轰击，重机枪四处喷射火舌，眼前的鬼子全都像蜡一样融化，还有直接被压扁的。天皇万岁万岁万岁啊！龟田鬼子叫嚷着还想冲锋，直接被方大圣一枪爆头。至此，小日子的第2波增援装甲坦克部队全部消灭，战斗正式结束。独眼龙带了200多个伪军走过来，你们部队的番号是？皇协军第8混成旅麾下加强营，我是加强营一排排长宋山炮，请长官收下我们。宋排长，欢迎你的加入。刚才动静太大，现在我们必须迅速撤离这里。司令官阁下，龟田大队电报遭遇神秘部队3辆坦克袭击，请求援助。大个牙路，又是这支该干了的神秘部队，居然还有3辆坦克，他们早有准备。这次我们又大意了，传我命令，立刻派遣5万人马，30辆坦克，火速追击，无论付出什么代价，这一次一定要把这支部队全部歼灭。方大圣天天搅鬼子枪，但是从来不用，部下全让他挖个坑炸了，但都被他一一拒绝。他还坚持要收3000支，可是仓库里根本放不下。这次他终于叫来部下，说出了最终的计划。他娘的！方大圣这小子现在人也见不着了，之前还说要给劳资轻重机枪个20挺嘞。现在人家方大圣这势头，2月就能扩编成加强团，到时候你比人家还低半级。人家方大圣这座金山下了金蛋，又没带你老李分过。就算他以后当了司令，也是从劳资的独立团出去的。老孔，你瞧这李云龙跟咱们扯淡10句话8句不离方大圣，跟认了个爹似的。就是李云龙这孝子贤孙的样太实在了。你俩就知道诋毁咱老李，还不是眼红我？到时候咱升了师长，你俩来给我当旅长，我倒没意见。团长，加强营来人了，方大圣的战利品车队到了，您快去看看吧。方大圣回来了，走，出去瞧瞧去。走走走，让我们眼红眼红。门外7、8辆大卡车停在那，狼剑特战队整齐护送。李云龙看到王大奎部队的新式军装以及身上说不出名的武器，身心不由得感慨，只时隔几月，竟让他刮目相看。
报告团长，车上这些是我们缴获的装备，没地方放。营长说放着也是吃亏，不如拿来咱独立团。方大圣那小子把我独立团当什么了？我是收破烂的吗？现在真是反了天了。李云龙嘴上叫骂着，但看着满满当当的卡车，心里早就乐开了花。老李呀，方大圣这小子太过分了，这点破烂活你肯定瞅不上。几位大兄弟辛苦一下，把这些东西全开到我们新一团去。我们仓库多，全是空的。我们新3团仓库也多，老丁啊，咱们一起把这破烂收了吧。21天做5，一人一半。你们两个老小子真是想他娘的美事！破烂也是我独立团的破烂，肥水不流外人田。大奎，这里面都有啥呀？也没啥，就3000支3-8大盖，1000多个香瓜手雷，还有几十挺歪把子机枪。此言一出，直接把铁三角3人组干沉默了半晌。瞧瞧这说的还是人话吗？这哪里是破烂，分明是3个团的装备。老李，你小子真发财了。老李，这样下去，你收破烂也能收出个师长来。方大圣这小子够意思，收，全都收下。你俩别走漏风声，要是被旅长知道，老子这才就要破了。方大圣这小子莫不是害怕老子不收，故意说这是一堆破烂，怕伤害咱老李的自尊心。好小子，3-8大盖放那边，手雷放这边，歪把子送我屋里，我搂着睡。瞧他那样，跟娶媳妇似的，什么狗屎运！你们两个别不服气，还不是老子给了方大圣绝对的自由，让他自己发展。这么多装备，我可从没跟他要过一次。要是在你们手底下，他能有今天的成果吗？李云龙，你小子活该发财！就是这么多宝贝，我和老丁眼红也没啥，可要是旅长眼红了……孔二愣子，你小子啥意思？把旅长搬出来，贼心眼这么多，老子用机关枪把你小子突了。老李啊，我可啥也没说，具体怎么个意思，就看你小子能不能意思了。这旅长要我就给旅长，你在里边也捞不着好。但是这次你别跟我抢呢，这以后咱们队伍之间倒也不是不能互相帮助一下。真抠门，铁公鸡一个。孔杰正抽着烟插科打诨，却在这批装备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谜团，这批枪上还沾着血腥味。大奎啊，这3-8大概是哪来的？孔杰这一点，李云龙和丁伟终于也反应了过来。战场缴获3000支枪什么概念？鬼子一个连队才有3000人，方大圣一个加强营不过才1000来人，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大奎，你老实说，这些3-8大概是哪来的？别忽悠劳资，说是捡来的，到底是什么情况？王大奎还从来没见过团长这么严肃的样子，直接被吓得话也说不清了。团长，这个情况什么这个那个的，这有什么不能说的？说。团长，这还能怎么来？打仗缴获的呗，不就几千个鬼子吗？只需要覆灭3个步兵大队就行了。他娘的，出去没几天，你学会和劳资吹牛了是不是？我没有吹牛啊，分批次来就行了，不就几千个鬼子吗？分分钟就干掉了。听得李云龙心中一阵激荡，什么时候打鬼子已经变得这么轻松？打仗早就该这么打了。团长，这装备都卸下了，我们就先走了啊。等等，别着急，你他娘的身上挂的都是什么玩意儿？这步枪咱老李怎么没看过？团长，这是95式自动步枪，装弹30发，最大射程600米。最神的是，它不用拉枪栓，而且1厘米厚的铁板都能打穿。真有这么好的步枪，射程远，威力大，还能连发，这他娘的不成了机关枪了？李云龙对着这枪是又看又摸，越看越喜欢。他不知道的是，这是新中国未来配备的枪支。1997年至今，它一直是武器史上一个值得华夏人民骄傲的勋章。团长，你干啥？你要抢我的枪啊？他娘的，摸摸怎么了？这又不是你媳妇。团长，方营长那边出事了，让大奎赶快回去。穿越到抗日战争，系统直接奖励1架战斗机。还没等方大圣高兴2分钟，天上的飞机直接变成了2架。怎么还会有4分裂？这是在搞什么飞机？飞机跑道上，一架野马战斗机在众目睽睽之下腾空而起，在空中呼啸而来。方大圣凭借着系统给出的飞机技能书，很快学会了基础的驾驶功能。但要是空战的话，毕竟还没有经验，飞机呼啸而去。战士们看到自家的飞机升空，底下一片欢呼起舞。我们有战机了，我们加强营有战机了！营长万岁！营长太厉害了！跟着营长混，分分钟起飞。此时，方大圣驾驶飞机缓缓降落在跑道上面。方大圣从飞机上下来，大帅，听说你要在我们中间挑选预备飞行员学习开飞机，我是不是也有机会当飞行员啊？有的，但是开飞机视力一定要好，手脚也要灵活，还要有很多的专业知识。狗剩，你就算了吧，别想这么多了。我的父母和未婚妻就是被鬼子的轰炸机炸死的，咱们现在有了飞机，以后鬼子的飞机来了也不怕了，当飞行员杀鬼子。士兵们听到狗剩所讲，大家同仇敌忾，
各自眼神中流露出无比坚韧。倏然间，眼前一道黑影闪烁，方大圣面色骤变，脸色也突然间显得极端难看。空中怎么还有一架飞机？难道是中央军的？距离地太远，看不清楚。大帅，鬼子的侦察机是鬼子的侦察机。方大圣眉头皱起，表情复杂。难道鬼子的侦察工作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吗？黑云寨这个根据地已经被鬼子发现了，还是说着鬼子的侦察机只是无意间钻入到这片区域？空战即将开启，打得过吗？大帅，不好，洋行的同学愿意借我们2个飞行员，都还没有到，你上去飞的话太冒险，要不我们赶紧隐蔽。我也是刚学会，对于空战，我还只是在书上学了些皮毛，真要实战，心里还是没有把握。但是遇到小鬼子，就算要打在这里，也要飞上去和小鬼子决战。怕他干嘛？打的就是小鬼子，我们的是战斗机，鬼子的是侦察机，不可同日而语。武安国，立即进入战备状态，以防鬼子进攻。是。此时的武安国看到坚韧刚强的大帅，眼眶中渐渐湿润，他心怕大帅有个3长2短，这支队伍就散了。方大圣启动飞机，沿着跑道紧急飞上天空，迎接小鬼子。此时，小鬼子侦察机看到前方有一个敌机飞过来，立马通信总部。小鹰呼叫总部，小鹰呼叫总部，发现敌军飞机1架。方大圣战斗机在空中倒挂着3个跟头。狗日的小鬼子，也送你见狗黄雀！随即拉近了鬼子侦察机之间的距离。8门机关枪同时开启，火力覆盖网直接形成，子弹飞射，砰砰砰，一阵狂射，鬼子的侦察机上瞬间破开数个洞口，紧跟着一道道黑烟冒起。打得好，打中了，鬼子的侦察机报销了。小鹰呼叫总部，遭遇敌军神秘战机袭击，平安县城周边侦察机已中弹，油箱已破裂，无法返航。侦察机飞行员叶泽之家即将会对敌军进行毁灭性撞击，为天皇警钟，玉碎。鬼子飞行员野泽治家发话完毕之后，直接将操作感推到了极致。反正现在他已经这样了，也活不了了，那还不如拉着敌人的战机一起去死。死亡，覆灭一切。不好，鬼子的侦察机想要撞击大帅的战斗机，他想要发起自杀式的攻击。方大圣目光一阵闪烁，这战斗机可是加强营唯一的战斗机了，要是炸了，可就没了。小鬼子想和我同归于尽，想得美！看老子怎么让你屁股开花！方大圣野马战斗机也加速拉杆，向鬼子的侦察机冲去。这种架势正合小鬼子心意。这难道是？此时鬼子看到野马飞机直冲过来，极度兴奋。游戏来吧，一起为天皇尽忠吧！就在方大圣快接近侦察机时，野马战斗机立即拉高，直接来了一个90度倒立翻转，把机枪口直接对准了侦察机腰部位，一梭哈子弹，侦察机直接在空中跌停。鬼子侦察机落地，连个渣渣都没剩下。叮，恭喜宿主成功击杀1名鬼子飞行员，奖励获得 P51D 野马战斗机1，飞机专用航空燃油100桶，机枪子弹10万。这个牛批啊！又爆了一架飞机，打完小鬼子，收工，回家吃饭去喽。恭喜大帅，首战告捷，大获全胜。我们也不能高兴太早。此次2架飞机的性能、武器、护甲、发动机、速度等等方面，并不是一个层次的。就像是一个壮汉，居然还用好几拳才锤飞了一个小女孩。不要因为一点战绩就夸夸其谈。这次侦察机消灭后，鬼子势必会派大量的战斗机来袭击我们的营地。还是大帅想的周到呀！可我们现在只有1架战斗机，到时候对战数量众多的鬼子敌机，可怎么办呀？你说的对，我们接下来要弄一个飞行中队的编制，就这2天了，再弄1架 P51D 野马战机，再加上一些配套的机枪子弹、航空燃油什么的，1架为主战机，1架为僚机，穿插战斗。这样，你借来央行2个飞行员就有飞机实战了。营长，还有一架 P51D 野马飞机，这是真的吗？我还能骗你们吗？等消息吧，未来都会有的。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我们的空军力量注定会蓬勃发展。方大圣握紧拳头，眼眸中激情四射，他有足够的底气说这个话。鬼子司令官照例在那里咆哮发火。蠢猪一样的情报人员，既已锁定了这支神秘部队处于哪支军队中，为什么到现在还查探不出来其编制？狗！鬼子司令官一拳头砸在刚替换的桌面上。报告司令官阁下，飞行大队麾下小鹰号侦察机飞行员发来消息，他在平安县城周边侦察的时候，发现敌军战斗机，战斗机火力很猛，交战10分钟，我们的侦察机已经崩溃。我们的飞行员最后发回来的消息称，他要进行决死冲刺，将会开着侦察机和敌人的战斗机同归于尽。至此再无消息。战斗机？夏国的军队什么时候拥有战斗机了？不可能，是中央军支援的，还是晋绥军支援的？这里面到底透着什么玄机？八卦。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不会是这支神秘部队在拥有了重炮坦克之后，再度拥有了战斗机？
只是拥有重炮和坦克的他们都已经这般难以对付了，如果再加上战斗机，8个牙了，我们要如何对抗？命令飞行大队派出所有侦察机，全面侦查。はい、司令官閣下。心腹大坏呀，心腹大坏呀，八卦。另外，将山本交过来，本司令官有任务交给他。はい。突然白拿3000支38大改，但是李云龙却一脸也高兴不起来，还得亲自告诉方大圣，下次可别这么送了。3000支38大盖，子弹也不少，照个3000人没啥问题吧？到时候咱老李直接组建6个营，别的不说，最起码不能比方大圣那个小兔崽子少，这可不能丢了我老李的面子。李云龙正美滋滋的想着呢，电话突然响了，也不知道是哪个博士。谁呀？大半夜的不睡觉。李云龙，又要恭喜你发财了！听说你小子发了笔横财，准备大干特干，直接组建一个独立师。你看我怎么样？能不能去你手底下当个旅长什么的？李云龙手中的电话都颤了颤。怪不得今天老是听到癞蛤蟆在咕咕乱叫，原来都是有原因的。旅长，您这话说的，咱老李现在啥情况还不知道吗？穷的都他娘的快要出去要饭了。李云龙，你小子少他娘的在老子面前搞这个！老子是干什么出身的你不知道？这点情报我分分钟拿捏。我告诉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实交代给我交代清楚。这旅长啊，就知道瞒不过你。我是这么打算的，我打算先组建6个步兵营，再他娘的组建一个机枪营，你觉得怎么样？他娘的，我看你小子是想上天，一次性组建6个步兵营，1个机枪营，你一个独立团搞机枪营，那老子这一个旅怎么办？搞一个机枪团。这是当然啊，别说是机枪团了，您就算是搞一个装甲师，那不都是应该的吗？旅长啊，我时常就和战士们说，咱们旅长爱兵如子，还讲原则，从不向自己的孩子们伸手要吃的。李云龙把旅长捧这么高，明显就是让旅长不好意思打他秋风。要是换个人，也就不好意思再伸手了。但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你他娘说完了没有？那3000支38大盖送2000支来旅部，他娘的，旅现在很多部队还是2个战士共用一杆枪，不是老炮筒就是汉阳造。你小子将那么多38大盖藏着掖着干什么？2个步兵营还不够啊！李云龙瞬间炸毛了，6个步兵营唰的一下就变成了2个。旅长，干嘛呀？这是要说旅长你的警卫连缺装备，要赞助个100-200支38大盖，这都没啥问题。但这点武器，那都是方大圣那小子孝敬咱老李的。好比这闺女孝敬娘家，咱老李能往外全送了吗？这可不得让闺女寒了心啊！你要这么说，老子还真要和你好好说道说道。李云龙还在这乐呢，不知道这套说辞直接正中旅长下怀。方大圣的加强营现在规制是越来越大了，放在你们独立团下面不合适。这样吧，以后这方大圣的加强营就由我们旅部直辖了，顺便将方大圣加强营升为加强团。以后这小子有什么用不着的装备，是不是就得往我旅部送？李云龙，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旅长此一言出，直接就将李云龙给干懵了。他娘的，还能这么玩？旅长，你这之前可是答应的好好的，肯定会让方大圣的加强营待在我独立团的。旅长，你这要是出尔反尔，以后还怎么带兵打仗？真是官大一级呀！抢走几个金蛋也就算了，现在连金鸡都要，过分了。呸！答应过，我答应过你吗？我怎么不记得了？你有证人吗？谁能给你小子证明？没人证明的话，老子可不认。这招实在是狠，直接把李云龙干沉默了。被坑了，奶奶个腿的！旅长，这哪能忘啊？当时就咱俩一边吃着花生米一边喝酒，当时还让咱老李多喝点酒啊！旅长，你再好好想想。旅长，想不起来了。李云龙，是就是这么个事。现在你小子就2条路，要么送2000支38大盖来旅部，要么我就把方大圣晋升编制为加强团，归属旅部直辖。李云龙彻底傻眼了，他以为自己不要脸的程度已经是天下罕见，结果在旅长这里也是大巫见小巫啊！旅长啊，你啥也别说了，咱老李也算是听出来了，想要打劫就明说嘛，还整这些借口让咱老李心生幻想。这一次咱老李认了，谁让你是旅长，我是团长呢，还跟老子扯这些犊子？等咱老李哪天当了师长再说。你小子别不知好歹，我不找借口，你能把装备交出来吗？你小子现在真他娘的像那些土财主，就这3瓜2枣的，还在那唧唧歪歪的。3瓜2枣，旅长，你要说这是3瓜2枣的话，咱老李可就有话说了。这样吧，旅长，我给你拉一车红枣过去，抵了这2000支38大盖怎么样？行了，李云龙，知道你牺牲巨大，回头我请你喝酒，喝好酒。旅长倒是嘻嘻哈哈的，只留李云龙一脸惆怅。娘的，
下次得和方大圣这小子通通气了，以后就他娘的办一送，也别开什么汽车了，搞个马车、驴车，悄悄的送过来，不就完事了吗？还有一件事，晋绥军那边派了人过来观摩学习，领头的你应该认识，叫楚云飞。是他。八路军总部遇袭，他身为营长却不去支援，反而往鬼子指挥部进攻，这招围点打援，真的能赢吗？小本军，我们的侦察机最后来报，发现八路军总部就在大峡湾。你上次偷袭没有成功，反倒损失怪惨重，应该感到耻辱。这次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司令官，我这次必定血耻。帝国这次启动1号计划，预计派遣2个旅团的兵力重创八路军总部。我将与200名帝国高级军官前来观摩作战。这次你做总指挥，别让我失望。要是在这次行动里丢了我的脸，你就准备好切腹自尽吧。将军。整个旅团听我号令，留下3个连队保护虎亭临时作战总部，其余连队全军出动，佯攻八路总部的东侧，正面投注敌人，等待敌人转移主力兵力到东侧。我将率领特种部队从侧后方突袭，到时候长官只需要坐在这里，等候我们特种部队的捷报。那我们就在此静候山本军的加衣。1万多装备精良的鬼子，就这样浩浩汤汤从虎亭赶去了大峡湾东部。只是这么大规模的袭击计划，还是引起了方大圣的注意。大帅，如你所料，维持会会长还是改口了，让我们明早过去取白面。终于上钩了。方大圣早知维持会长与鬼子有勾结，这方圆百里的除了鬼子，没人有这么多白面。可是大帅，据我所知，鬼子在这附近只有一个虎亭据点，才300鬼子，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呢？你有所不知，前几天探子回报，虎亭附近出现大量增兵，估摸着得有1个旅朝大峡湾去了，在虎亭还留了部分兵力，估计是临时指挥部。总部有难。或许吧，但有点不对劲。方大圣派了人跟踪鬼子行军大部队，结果鬼子中途兵分2路，一路人多往东侧去了，一路人少跟丢了。还是先通知总部注意防守吧。也是。386旅独立团加强营发来电报，让我们注意东侧，提防鬼子偷袭。方大圣这小子又在搞什么幺蛾子？传令让东边的盯紧点，别出纰漏。还没过多久，总部果然遇袭，鬼子第4旅上万人蜂拥而至。不好，大帅，大峡湾部遇袭，总部遇袭，我们岂能坐视不管？全员出击，赶赴虎亭。大帅，这总部遇袭，我们应该去大峡湾，怎么反而要去虎亭？难道是？总部那边几万人的战场，我们这1000多点人赶过去也没用。现在这招叫围魏救赵，不过这次飞行中队就先不用出动了。大帅，我们虽然只有2架战斗机，但还可以在机翼外放炸药包，每侧50公斤，2架能背负200公斤，直接飞到鬼子上方，直接空投，肯定能打鬼子一个措手不及。我们现在也不缺这点火力。等下，我有计划了。方大圣等人火速赶至虎亭据点附近，出于谨慎考虑，先派了周卫国等人前去探探虚实。大帅，我们蹲了1晚上，终于有一个意外发现，这次来虎亭增援的鬼子里有200多人穿着皮鞋。一般鬼子兵穿胶鞋，皮鞋得要高级官员才能穿得起，小小的虎亭据点居然汇聚了200余名高级军官。鬼子这次出动的人马加起来总共有16000余人，还看不出他们接下来的动向。很简单，鬼子既然袭击我军的总部，那我们就袭击鬼子的总部，以牙还牙。我军总部早已布防，定能抗住鬼子的进攻，但鬼子总遇袭，他们就只能回撤了。王承柱，全面炮轰虎亭据点。是，大帅。同时密电总部，袭击总部东侧的鬼子是佯攻，很快就会撤离，让总部务必拖住。到时候鬼子的主要兵力就只能应付总部的死咬，我们才有足够的时间撤离。全员出击。是，大帅。86旅独立团又来报，参谋长说了方大圣的预测和请求，老总疑惑了，这方大圣还真神了，隔这么远还能知道鬼的动向。不过这次鬼子突袭，还真让方大圣那小子给猜对了，这一次就听他的吧。为我们即将到来的胜利干杯！虎亭据点5公里外，炮兵阵地10门，斯柯达炮部署就位。炮兵听令，各就各位，10发炮弹齐发，开炮！10门斯柯达炮弹齐齐发射，准确命中。真的虎亭据点内一众高官热情。8个压路，怎么回事？明明是我们在偷袭八路军，怎么我们还被偷袭了？山本是怎么指挥的？司令官，要不要护送各位长官撤离？1个连队护送长官撤离，剩下2个连队分地死守。轰炸模糊，如火如荼。鬼子前线会议会已经死伤惨重，只是那200名高级军官被重重保护着，即将撤离。方大圣一众人只能看着干瞪。奶奶的，鬼子头领要跑了！大龙，你带领全员冲锋。遵命。我也试一下，
各营连全部进军，外围的鬼子很好，想给撤离的长官争取时间。眼看那伙日本军官都快没影了，一阵熟悉的嗡鸣声突然响起，2架战斗机的飞影像死神掠过，是我们的飞机。顷刻便是虎营后方，200公斤炸药的威力让前线的士兵都被一波一炸。炸得好，这群狗日的鬼子兵全去见天皇。战斗机的威力直接碾压，撤离的高级官员里只有小种一男司令官一系，侥幸从战斗机的轰炸与扫射中活了下来。都是山本这个蠢货，什么破计划，害得老子命快丢了，一定要切腹！现在命令所有部队放弃一切目标，赶紧过来支援虎亭据点，我们先撤离。好一，司令官阁下。本来正在总部的鬼子全部掉头回虎亭据点，32连鬼子正在和大量护卫部队鏖战，想要抽身，本非易事。不知为何，这伙八路还死咬着他们不放。总部预习，该死的山本一幕，司令官阁下让我们在1小时内必须赶到虎亭据点支援。现在八路军死咬这么厉害，命令第1、第2连队3000余人留下来断后。这一招撤退断尾，直接折损3000余鬼子，装备无数。报告大帅，虎亭的鬼子全部歼灭。很好，但鬼子主力部队很快会驰援虎亭，全军听令，20分钟内将战场打扫干净，迅速撤离。平戳上自送给团长的3000直38大盖，给旅长也糊了2000支过去。团长还特地交代我下一次送装备去的时候，一定要挑晚上去，别用卡车装。哈哈，把战场上面所有的武器都收了，都送给团部去。是，大帅，看样子我得晚上跑腿了。而等鬼子驰援部队赶到虎亭据点时，现场只剩下一片废墟和满地鬼子尸首。八个牙路，这一切都是山本一幕那个蠢货的错误。司令部命令让我们回援虎亭据点的意义在哪里？难道为了给他们收尸吗？为了加速支援，我倒送了2个中队去断后。爸爸，现在连副部职陈将军阁下都被他坑死了。鼻青脸肿的参谋小野收到鬼子第4混成旅团电报，心里好慌张。在这位司令官阁下身边当参谋，真他娘的倒了8辈子血霉。小野，你在做什么？是不是有什么最新战报？好一，收到情报，报告司令官阁下。根据第4混成旅团之32连队、第9混成旅团旅团部报告，虎亭据点已经被全部摧毁。他们抵达之时，帝国士兵无一活口，战地观摩团自副部直陈少将以下全部玉碎，现场不曾发现敌军踪影。我不是故意的，我特么的也不想这样，但是我没办法。大哥。好一，司令官阁下请息怒，这是第9混成旅团旅团长和第32连队连队长致言词。我日你祖宗，我日妈的，怎么不敢找套路出牌？你废话太多了，出了事情只知道推卸责任。八个牙路，你还像一个帝国勇士吗？鬼子司令官打顺手了，又来了一巴掌，打得可真解气。参谋小野现在早就被打懵了。这也行，你要是想打我发泄就直说，这么的找这么多借口做什么？好一，司令官阁下说的对，电令山本一幕，让他火速归来，必须归来，10万火急。司令官阁下，之前虎亭据点遭遇突袭的时候，已经电令过一次山本大佐了。山本大佐的意思是，他的特工队需要继续深入，寻找敌军之大下湾总部，对敌军之大下湾总部进行全面毁灭性打击。山本大佐说，他的斩首计划很快就要成功了。八卦，让他们特工队全面行动，是表演给战地观摩团看的。现在连战地观摩团都被摧毁了，他秀的再好看，给谁看？告诉山本一幕，不要忘记当初的承诺。战地观摩团和第4旅团第31连队全军覆没。战斗发起之前，他信誓旦旦的和我说绝无失败可能，否则切腹以谢天皇，也是时候应该践行诺言了。山本君一直以来可是都深得司令官阁下之青睐，现在也如此这般翻脸无情了，太狠了。好一，司令官阁下英明，属下这就去发电报。电报瞬间下达给正在攀山越岭的鬼子特工队队长山本。山本眺望着眼前的悬崖峭壁，心头一片狂热。只需要从这个悬崖峭壁上攀爬过去，就能直接进入敌人的大下湾总部了。斩首计划即将成功。报告队长，小种中将电令你立即停止行动。战地观摩团和第4混成旅团在虎亭据点遭遇夏国围攻，现已全军覆没。副部职陈少将和200位战地观摩团高级军官全体玉碎。按照先前之约定，请山本军切腹以谢天皇。帝国不需要一个纯主式的特种作战鼻祖和创始人。八卦，他们是蠢猪，为什么非要将责任推卸到我身上来？一个连队外加200个高级军官，连个小小的虎亭据点都守不住，他们才是真正的蠢猪，耻辱，帝国的耻辱。八卦，哈伊队长，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事已至此，我们要不然切腹吧。八卦，你以为我贪生怕死吗？帝国大业未成，我山本一幕何甘贪死？所以为了让帝国不遭受严重损失，我还是放弃自裁切腹的想法。虽然我很想切腹以谢天皇，这样我可以一了百了，但是作为帝国的勇士，我更不应该如此懦弱的选择切腹。我们应该拿起战斗的勇气出来。牛皮，学到了，论武耻的最高境界。队长，那我们现在应该前往什么地方？
还要继续进攻大峡湾吗？不去大峡湾了。司令官阁下说的对，观众都已经死完了，演员也太羡慕了。去虎亭据点，我敢断定，这闪电战必定是那支神秘部队的手笔。如若能够顺势端掉这个神秘部队的指挥部的话，就完美了。到时候就算是司令官阁下非但不会怒斥我们，反倒是会嘉奖我们。妖袭，潜伏突进到虎亭据点。此时，曾念条与张启正驾着飞机，却被正在潜伏的山本一幕发现。这不是我们帝国的战斗机，这是那支神秘部队的。我们已经找到了，这飞机就是最好的佐证。勇士们，我们已经接近胜利了。只要我们能够一举捣毁这支神秘部队的指挥部，我们就是帝国最耀眼的功勋者。司令官阁下将会亲自为你们佩戴上樱花勋章。勇士们，继续行进。突然间，砰砰砰，砰砰枪响，一个特种鬼子忍不住开了枪。八个牙路，谁允许你开枪的？该死！队长，我想打飞机。八个牙路，我们被发现了。此刻听到枪声的张启直接开启野马战斗机的武器系统。是小日子，他们是鬼子。二哥，联合攻击！飞行中队中队长张启的反应速度很快，旋即直接开启了野马战斗机的机枪扫射，8支机枪开启了疯狂射击之旅。鬼子耗费重金打造的各种鬼子，此刻一个个的瘫倒在血泊中。八卦，快撤退，快跑！方大胜这次足足拿下了小日本200名高级军官，不知道系统会爆出啥新飞机。恭喜宿主及属下成功诛杀战地观摩团上尉以上军官，爆装奖励88毫米高射炮、尊入88容克轰炸机2、38T 轻型坦克10。太多了，这一波奖励不得不说很丰厚，又是88毫米口径高射炮10门，又是轰炸机的。有了高射炮，就可以暂时性的在飞云寨周边架设起航空力量，再加 JU88容克轰炸机，飞行中队越来越像样了。还有足足10辆38T 轻型坦克，杀光小鬼子指日可待。说好的晚上送3000支38大盖，但是李云龙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千算万算，不如天算。团长，大鬼来了，测好多车，好多装备。团长，这一次咱又发财了。李云龙吓了个哆嗦，随即直接给了胡子一个脑瓜崩。你他娘的傻呀！叫嚣什么叫嚣？他娘的，发财了就得藏着掖着，炫耀个屁啊！回头又将旅长那个狗娘养的招惹来了。李云龙，你说谁是狗娘养的？一声怒吼声传来，李云龙背着的时候顿时一颤，只见旅长站在距离自己不足10米的位置。这，你小子怎么回事？旅长大驾光临，也不知道禀告一下。旅长啊，我说这大早上的怎么有喜鹊在枝头乱叫呢？当时我还和胡子说呢，今天准有喜事降临，赶紧给旅长泡茶。李云龙，你少他娘的在劳资面前嬉皮笑脸，你小子属狗脸的，刚才不还在骂劳资是狗娘养的吗？继续啊，怎么不吱声了？劳资站在你面前让你骂，让你小子骂个痛快。旅长，您可别多想，咱老李怎么会骂你呢？你李云龙这张嘴死的都能被你小子说出活的来，我看你小子现在是真的有些飘了。哪能啊，旅长？好说歹说，也要将这件事糊弄过去啊。团长，俺们营长让我给你送点装备来。狼剑特战一队队长王大奎随即凑了进来，李云龙的脸瞬间黑了。他娘的，找抽呢？没看到旅长在这吗？这武器要是让旅长过了眼，还能有好？没看到劳资在招待旅长吗？天大地大，旅长最大，滚一边去！他很想说，团长你别装了，旅长就是搭着咱的驴车过来的。你这还遮眼呢，不是白瞎吗？李云龙，你小子挺有心眼啊，让他们送装备都用驴车用马车了，还选择晚上送，这么害怕被我知道？怎么不希望劳资恭喜你发财？哪能啊，旅长，您怎么可能看得上我这3瓜2枣的？今天我要宴请旅长，让旅长喝个痛快。他娘的，今天就算是豁出去了，多用点地瓜烧，让旅长喝个痛快。等喝醉了，就不记得武器装备的事了。李云龙，这什么急啊？方大圣特地派人给你小子送来一批武器装备，你不得点点数，叫大魁是吧？来，给你们李云龙团长说道，这一次都带来了啥？李云龙能怎么办？一直陪笑啊，今天又要割肉了。这旅长绝对是咱老李这辈子的克星了，这8字饭客。团长，其实旅长是跟着我们运输队一起过来的，也是凑巧了，刚好遇到旅长了。王大奎连忙道，言外之意就是团长你也别想着躲藏了，意义不大。是吗？那还真是运气了。你们这一天天的也不注意安全，像运输装备这种事，就他娘的不能晚上干，知道吗？万一遇到个土匪啥的，你们不是白瞎了吗？那团长，我能报告装备情况了吗？送完了我还得回去复命呢。你小子说吧。李云龙别过脸去，只能认命了。
是团长，这一次我们加强营送来的装备有38大盖约2300支，王八盒子手枪约130支，歪把子机枪约57挺，920重机10挺，相挂手雷约1100颗，各式子弹约10万枚。哦，还有50箱盘尼西林。王大奎一溜烟全给说完了。如果说前面那2000多支38大盖、几十挺歪把子让李云龙疯狂心动的话，那这最后的50箱盘尼西林直接让旅长激动了。盘尼西林真的是盘尼西林，还是50箱？这盘尼西林本质上就是消炎药，每一场仗打下来，受伤的战士不知多少。这不是50箱盘尼西林，而是成百上千战士们的鲜活生命。旅长，是盘尼西林，这是我们营长特地交代运送过来的，是我们从小鬼子那里缴获的。好的很，回去替我和你们营长说一声，就说我谢谢他了。哎，好的，旅长。旅长，这是方大圣那小子孝敬咱老李的，就算是说谢，也应该是咱老李去谢啊。什么你的我的，咱们不是一伙的，你谢我谢不都是谢吗？你那点小心思老子知道，这一次所有的武器我就不要了。你小子要组建机枪营，就好好组建；想要扩编几个步兵营，就扩编几个步兵营。今天没吃错药吧？不准备打咱老李的秋风了。旅长啊，我一直和战士们说，旅长对我们独立团那绝对是当亲儿子养的。小子别高兴的那么早，武器弹药什么的我可以不要，但是那50箱盘尼西林要带走40箱。你应该知道兄弟部队的情况，各处都缺一少药的，留下10箱盘尼西林给你们独立团，差不多了。他娘的，没想到只是换了个主攻方向吧？旅长，其他部队缺药，我们独立团更缺啊！知道这盘尼西林对于受伤的战士而言，那比千年老山参还管用。50箱盘尼西林，你拿走一半，给咱独立团留一半吧。李云龙，刚夸你2句，又开始皮实了是不是？你要这么搞，我可就得将方大圣那小子的加强营晋升为旅部直辖的加强团了。40箱盘尼西林你拿走，咱老李也是命苦。对了，这一次我过来主要还是想和你说说虎亭据点一个满编连队鬼子合战的观摩团的200鬼子高级军官是怎么死的。可是足一个鬼子连队的兵力，鬼子又不是蚂蚁，一脚就能踩死几十个。方大圣这小子不会已经扩编了1个师了吧？那我独立团岂不是已经拥有1个师兵力了？提前完成在老总面前立的军令状，躺赢。大奎，你别他娘的给老子扯淡！你们加强营2000多人，干掉了鬼子1个满编连队，外加200个鬼子高级军官，这他娘的可是足4000个鬼子。这个就是开始用10门105毫米口径的重炮轰击一遍，将鬼子的虎亭据点轰成一堆碎渣，差不多一半的鬼子兵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炸死了。然后我们营长带着我们展开全面进攻，最后就赢了，就这么简单啊！重炮105毫米口径，还10门，方大圣这小子是发横财了。旅长，你在咱老李这里搜刮点就差不多了，别打方大圣那小子的主意啊！当初让这小子化整为零出去发展的时候，咱老李就说过了，不会支援他一枪一弹。李云龙当即开口维护道：“旅长啥德行，他太清楚了，不能让方大圣吃亏啊！”云龙，你他娘的当劳资是什么人了？真以为劳资是那种周扒皮呢？劳资就算是穷死，也绝对不会向方大圣小子要1颗子弹，要1杆枪，这就是我的承诺。继续扯了一会儿，旅长就离开了。大奎，你小子别糊弄劳资，你给劳资老实交代，这种歪把子机枪和920重机枪怎么都被送过来了？是不是方大圣那小子缩减了自己部队的武器供应，特地给咱老李留下来的？李云龙一边说着话，心里面此刻不由得多了一丝感动。这个团长您真的想多了，咱们部队现在用的都是性能更好一些的捷克式轻机枪，至于重机枪的话，咱们也用马克沁重机枪啊，这种920重机枪装备一些就行了。团长，武器放下了，没什么事的话，我们先走了。王大奎挥挥手，一溜烟跑开了，跑出去几十米，又折返回来了。团长，这是95式特战装备，经过改造的，和咱们部队的军服差不多，这是一套的。这特战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备敌人手枪子弹、炮弹弹片的冲击。这套装备包括95式自动步枪、95式刺刀、钢盔等等，子弹都备够了。这是营长特地让我带给您的，说是给您用来防身的。营长说，你每次战斗总喜欢冲锋陷阵，穿上这95式的特战装备，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好您的安全。娘的，方大圣这混小子怎么也他娘的和旅长一样，喜欢搞这些花里胡哨的。让他给老子好好打鬼子，告诉他干掉鬼子1个连队，别他娘的骄傲自满。在夏国的土地上，还不知道有多少个连队的鬼子，等他什么时候干掉了1个满编师团的鬼子，咱老李就他娘的去给他当马仔。李云龙嘟囔着，随即忍不住在一旁笑骂道，眼角逐渐变得有些湿润起来。是团长，我记住了，我会告诉我们营长的。只要我们加强营能干掉鬼子1个满编师团，团长就要给我们营长当马仔。王大奎说完，再度一溜烟窜飞了。这小子他娘的以前多老实，跟着方大圣那小子也跟着皮实了。报告团长，有一个自称是358团团长楚云飞的人求见，
楚云飞是他。司令官一道命令下来，必死无宁。小鬼子山本却死而复生，复仇计划即将开启。山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来了。去的时候好好的，回来的时候就剩下一只耳。周边不少鬼子都在笑话他是一只耳，给他起了各种外号。要是放在以前，八个牙路就是因为这一次的战败，这群混蛋觉得自己必死无疑，觉得自己在司令官阁下面前失宠了，所以现如今连一个个小小的大卫都敢在自己面前耀武扬威。很多时候，他感觉自己真的像一只丧家之犬。司令官阁下命人给他暗示，如若战败，就切腹以谢天皇。但山本从未想过切腹。死为什么要死？大业未成，就这么死了，岂不是太可惜了？更何况他还不曾将那支神秘部队彻底粉碎。我要见司令官阁下。小野君，希望你通融禀告一下，我山本一木会感激你的。夏国人总喜欢说一句话，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现在小野君对我山本一木的帮助就是雪中送炭，拜托了，小野君。山本一木当即敬了个礼，随即一脸深沉地看着参谋小野。山本君，你还是回去吧。现在司令官阁下还在气头上，别说是你了，就算是我这样的无关紧要的人，司令官阁下都能怒气冲天。山本君，看到我脸上的红印了吗？司令官阁下都不知道对我扇打了多少次，你要使进去的话，司令官阁下会直接砍下你的脑袋的。此次战的观摩团被覆灭，战地观摩团团长，也就是第21旅团旅团长服部直神将军也遇害了。司令官阁下遭受到了总部极其严厉的斥责。山本君，你还是回去待一段时间，等司令官阁下消了气之后再来吧。参谋小野也是好心之言，那个司令官办公室他是真的不想再去，他现在就期盼着别有什么紧急战报让他去送了，太煎熬。情况紧急，我必须要向司令官阁下当面汇报。另外，我还需要司令官阁下的支持，才能重建我的特工队。重建特工队？你还想重建？山本君，你的心是真大，脑子是个好东西，可你也得拥有这玩意儿才行啊！司令官阁下都想让你切腹以谢天皇了，你这还在想着从头再来？山本君，你还是放弃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吧。你现在应该想的是怎么保住自己的小命。小野君，这些你就不用管了，请你帮我禀告一下司令官阁下。不去，我不会做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的。司令官阁下也不会想见你的。正当此时，山本一木直接将枪口顶在了参谋小野的脑袋上。现在可以去通禀了吗？你妈的，还能这么玩？报告司令官阁下，特工队队长山本一木求见。八嘎！桌子上的砚台顺势飞了过来。参谋小野在鬼子司令官说出八嘎的刹那间就在躲避了，熟练的让人心疼。然后这砚台就成功砸到了山本一木的脑袋上，额头瞬间破开，鲜血顺势流淌。司令官阁下，我山本一木愧对于你，请司令官阁下责罚。此刻必须要表现得极端卑微，才有可能重新获得司令官阁下的怜悯。是的，是怜悯。他山本注定是要在帝国军界成为传奇的人物，但是为了大局，却也只能低着头展现自己的卑微。等功成名就之时，他会感谢今日的自己。山本一木，你这个狂妄的卑劣者，你违背了高尚的武士道精神，请你为你保持最后的尊严，请你去切腹好吗？如果你胆小如鼠，不敢自己动手的话，本司令官倒是很乐意帮你这个忙。鬼子司令官直接抽出一把江刀，做事直接朝着山本一木的脑袋上劈砍过去。参谋小野连忙逃窜。城门失火，绝不可扬及池鱼啊！太难了，现在就感觉天旋地转，这谁顶得住啊？山本一木此刻没有丝毫躲避，反倒是直面鬼子司令官的凌冽目光。司令官阁下，我已经探查清楚那支神秘部队的踪影。司令官阁下难道就不想将这支神秘部队彻底抹杀吗？司令官阁下难道就想背负着这些耻辱一直活下去吗？这些话在小种一男的脑海中彻底炸开，目光忍不住跟着疯狂闪烁。一时间，所有的思绪似乎都在剧烈发散中。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否则我不介意让你感受一下被坦克碾碎的滋味。司令官阁下，这一次我选择放弃敌军的大下湾总部，根据战场上留下的蛛丝马迹，在即将要靠近敌军大本营的时候，被他们的战斗机发现了。战斗机用机载机枪对我们特工队进行无差别扫射。司令官阁下，我敢断定，这支神秘部队也有一支像我们这样的特工队，机枪疯狂扫射，我们损失惨重。司令官阁下，这一次出意外，非战之罪，非战之罪啊！真的不是我们特工队的原因，请您明察，实在是我们的运气太差了。如若我们不曾被敌人的战斗机发现，我现在应该已经带着我的特工队将这支神秘部队的总部彻底歼灭了。所以，你的特工队现在还有多少人？山本一木此刻一脸羞愧。报告司令官阁下，加上我自己，还有9个人。但是请司令官阁下放心，只要司令官阁下给我全军挑选队员的权利，我必定能够在1个月之内将特工队再度组建起来，为我们全副武装再度配备特战装备。你的脸呢？被狗吃了吗？八卦。阿姨，你知不知道上次你从全军挑选的那些特战士兵，基本上都是我第一军的精锐基层军官。为了支持你，我第一军基层战斗力都下降了极多。现在你还要再来一轮。至于你所说的那些特战装备，为了装备你们不到100人的特工队，需要消耗组建半个步兵连队的资源。8个牙路，
来回换算一下，本司令官在你们特工队身上投入的武器装备足够武装一个步兵连队了。耗费如此重大之代价，你就为我带来这样的战果。山本君，你对得起天皇陛下，对得起那些亡魂吗？鬼子司令官疯狂训斥，语气愈发的变得激烈起来。山本一木此刻整个人也逐渐放松了不少，稳了，小命保住了，他还有机会乘风破浪，一雪前耻。最终还是得到了司令官阁下的怜悯。命令飞行大队调派一个战斗机中队前去探查周边情况，务必锁定这支神秘军队所在。神秘军队一日不出，帝国军队一日难安。报告司令官阁下，飞行大队那边传来消息，他们的战斗机此刻正在配合作战，但是无法抽调一个飞行中队的战斗机，眼下只能调派半个战斗机中队和半个侦察机中队。半个战斗机中队，6架战斗机，半个侦察机中队，也是6架侦察机。导演，差不多，让飞行大队那边尽管侦察。自从上次爆装以来，方大圣来了一场浩浩汤汤的大陆军演以及各种军事的训练，无数青壮蜂拥而至。真要是打小鬼子战死，那也是无限光荣。现在我来通报一下全军现有的具体编制：步兵1营辖3个步兵连，1个机枪排，1个炮兵排，编制人员473人。营长独眼龙，步兵2营辖3个步兵连，1个机枪排，1个炮兵排，编制人员473人。营长武安国，炮兵加强营，装备10门高射炮连，2个3门重炮连，3个轻炮连，编制806人。营长王承柱，坦克加强连辖2个坦克标准连，装备13辆38T 轻型坦克，编制为244人。连长谢大海，狼剑特战队，装备95式特种部全套队服，编制为105人。总队长周卫国，我们的作战部队数量已经达到了4100人，如果加上后勤处的人员，已经超过5000人了。希望诸位能够戮力同心，再创辉煌，尽可能多地去诛杀鬼子，以灭杀鬼子为己任。杀鬼子，杀鬼子，跟着大帅杀鬼子。方大圣现在麾下光是作战部队就达到了4100人，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了一个旅的规模。麻雀不小，五脏也俱全。正当军事会议全面开启的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一阵阵的防空警报声。不好，鬼子的飞机又来了！他是八路军的营长，只因2架战机对战鬼子的12架战机，他是直言优势在。报告司令，我要回去部署空战了。飞行中队御空制敌，高射炮连全面放空，全军进入1级战备状态。是，司令，鬼子这一次来势汹汹啊！这6架侦察机和6架战斗机凑一起都是一个飞行中队的规模了。是时候让那10门88毫米高射炮派上用场了。这种高射炮正常情况下1分钟可以射出15发炮弹，若是能够引诱鬼子的战斗机过来，就有机会一击必杀。去，告诉张姐，主要目的是将鬼子的飞机吸引到高射炮集群区域，然后让高射炮连不要联系炮弹，给老子狠狠地打鬼子的飞机。此战能否成功，就看他们高射炮连的了。2架 P511D 野马战机已经升空。报告司令，这鬼子的中岛乙式隼战斗机的战斗性能非同一般，鬼子有足足12架飞机，我们只有2架，数量差的太多了。1对6确实很难打。张启和曾念桥驾驶的那2架野马战机，显得有些顾头不顾尾了。队长，司令命令，不要恋战，利用我们的速度优势，急速冲过，将鬼子战斗机和侦察机都吸引过去，让我们的高射炮连先对鬼子的战斗机和侦察机进行一波起火攻击。我知道，等我将鬼子的战机吸引到高射炮集火范围中的时候，你从侧翼配合高射炮疯狂打击鬼子的飞机。队长，太危险了，我是你的僚机，这种吸引火力的事情应该我去干。二哥，我是队长，听总指令，否则军法从事。是，遵命。鬼子的5架战斗机和4架侦察机追击方。野马战斗机出现在黑烟滚滚，张启中队长仍坚持飞越了高射炮集群区域。鬼子飞机逼近了，同志们，给我们瞄准了打，狠狠地揍这些小鬼子。报告司令，高射炮连正在猛轰。很好，小鬼子的飞机既然来了，就不要走。曼妙的高射炮声，鬼子的战斗机和侦察机飞过高射炮炮兵区域，空中一架架鬼子飞机如同流星般疯狂滑落。1架、2架、3、4架、7架高射炮连干掉了7架鬼子飞机，其中4架鬼子战斗机，3架鬼子侦察机，超过半数的鬼子飞机被高射炮连干掉了。可是这局势仍旧不容乐观，现在只剩曾念桥驾驶的野马战斗机，1打4，有些够呛。将 JU-88 容克轰炸机给我准备好，我要驾驶这轰炸机进行空战。司令，这绝对不行，这开飞机可不是简单的事情，这需要极多的飞行训练，您不能冒险。我上飞机，我去和鬼子飞机拼了。司令，我独眼龙烂命一条，我直接驾驶飞机和鬼子对撞。你上飞机？
你知道飞机有什么操作程序吗？如果我们失去了制空权，让这些鬼子飞机成功从我们黑云寨的领空窜飞出去，那么我们这里的一切都将会暴露在鬼子的视野之下。这是我的命令，你们必须执行。方大圣坐上轰炸机，稍稍摸索了一下，一切都感到这般熟悉。必须要干掉这架战斗机，否则太耻辱了。被击落了5架战斗机，3架侦察机，居然无一收获。爸爸，是拿的，带着这样的战绩回去，我们统统都要切腹以谢天皇陛下。情报部门那群蠢猪，只说了这支神秘部队有战斗机，但是从未说过他们还有高射炮。此刻，鬼子驾驶着唯一一架战斗机，带领着另外3架集中火力，必须要有所斩获，事关飞行大队的名誉。司令、队长，希望真有来生，来生我曾念桥，还当你们的兵。曾念桥此刻已经下定决心，准备与鬼子战机同归于尽。突然，一个体型巨大的庞然大物出现在曾念桥的视角范围内。这不是我们的巨富88容克轰炸机吗？鬼子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方大圣与曾念桥各自逮着一架，开始疯狂的火力输出，鬼子飞机就再也不会看见两架。救我！救我！中队长，我的油箱爆了，没有油了！八个牙路，连轰炸机都参与空战。这支神秘部队到底还有多少底牌？我们12架飞机一起到来，现在只剩下2架了。宫本君，我们2个必须要回去一个汇报，你留下来拦截他们。你的侦察机在速度上没我战斗机快，所以你逃亡的可能性太小了。为了帝国大业，你必须要具有奉献主义精神。这是什么操作？那你为什么不奉献？你田中队长，你的战斗机战力很强，如果留下来阻击敌人的话，能够最大程度上拖住敌人，你更容易去和敌人的战斗机同归于尽。你田中队长，拜托了，帝国的未来靠你了。八个牙路，宫本大早，你在违抗命令，我命令你返航阻击敌军战斗机。方大圣驾驶着轰炸机，曾念桥驾驶着联合机，此刻在后面进行疯狂爆射。小鬼子还想逃？打什么逃？鬼子最后一架侦察机彻底在空中坠落。八个牙路，逃不了了！呼叫总部，呼叫总部！飞行中队长内田喜久报告，帝国派出的5架战斗机和6架侦察机现已陨落。特此通报，敌人不仅仅拥有性能极其优越之战斗机，还拥有火力强悍的轰炸机，还拥有强大的高射炮。我命不久矣，我将与敌人同归于尽，为天皇陛下尽忠。方大圣和曾念桥对着鬼子1架战机双用夹击，鬼子战机瞬间解体。至此，12架鬼子飞机全军覆没。耶，我们打赢了！方大圣走来看望受伤的张启，怎么样，张启，身体还撑得住吗？我没事啊，司令，对不起，001号野马战斗机遭受重创，也不知道还能不能修好，是我不好，造成了这样的损失。张启，你这说的什么话？在我心中，100架野马战斗机也比不上你。就算是这一架野马战斗机真的报废了，又有多大事？我们会拥有10架，乃至于100架野马战斗机、飞行大队、飞行团、飞行旅。丁，恭喜宿主成功击杀12名鬼子飞行员，奖励获得野马战斗机3、高射炮10。